真没想到小飞和子瑜这么牛逼，这么厉害。中荒这么多古老圣地，天才多如牛马，小飞居然能生生杀进丹师榜第32名，太不容易了。小飞见过2位师祖。小飞，不必多礼。恭喜你获得丹师榜第32名。以你这份同时驾驭百炉的惊天天赋，日后必定是各大势力争抢的香饽饽，前途无量啊！谢谢2位师祖，见过小师叔。跟我你小子就不必这么客气了。行啊你，不声不响弄了个第32名。别提了，可惜我最后一炉丹药没有炼制成功。行了，别抱怨了。炼丹又不是打打杀杀，你现在的排名已经够逆天了。以你的天赋，等进了天元学宫，必定大放异彩。小师叔，你是战斗系第几名？我的运气不是很好，被淘汰了。啊！这怎么可能？小师叔，你实力那么强，天赋那么逆天，怎么可能被淘汰？这天元学宫是不是瞎了眼？你别被小师叔骗了。小师叔可牛逼大发了，他可是拿到了战斗系总积分的第1名，全场图榜。什么第1名？黑暗师祖，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真的。紫嫣见过2位师祖，见过小师叔，恭喜小师叔斩获战斗系第1名。别客气，也恭喜你取得好成绩。谢谢。这次考核真是藏龙卧虎，本以为凭我的双重异象能横扫全场，谁知道对上那些太原圣地的怪物，竟然被击败了。他们的异象虽不如我，但大地级别的法术和斩之是降维打击。不过没关系，只要进了天元学宫，我也能接触到那些顶级的地术，到时候谁胜谁负还不定。见过2位师祖，见过小师叔。考核已经正式结束，3天后进入天元学宫修炼，务必保持低调，潜心修炼。至于未来，如果你们学成之后想要谋求更好的发展，离开琉璃剑宗，我们这2个老头子绝不会阻挠你们。黑焰师叔，您放心，没有琉璃剑宗的栽培，绝对没有我韩凡的今天。我韩凡绝不会离开，永远都是琉璃剑宗的人。黑焰祖祖，我也绝不会离开，我会和小师叔一起，让琉璃剑宗重回巅峰，甚至超越巅峰。我们誓死追随宗门，绝不背叛。现实何其残酷，未来面对更大的诱惑，这群孩子里，罢了，有这份心便足够了。大家进入天元学宫之后，一定要好好修炼。师叔，你们放心，去吧，走吧。大家快看，那个人好像是齐天大圣，就是他！我看过他和擎天师兄的战斗。小师叔，他们好像认出你了，怎么办？无妨，这里也是天元学宫的禁地，无人敢造次。我们大方进去即可。哇，这传送阵好大啊，比我们之前做过的所有传送阵加起来都厉害。从南荒到中荒做了20多次传送阵，最大的南天城传送阵一次也只能传送200人。如此规模的传送阵，建造和维护的成本恐怕是天文数字。好浓郁的灵气啊！这里怎么会有3个太阳？战斗系的，请往这边走。小师叔，看来我要暂时和你们分开了。没事，反正我们都在天元学宫了，有什么事到时候你找我即可。我们走吧。好美，这种气质，在我见过的人里，只有青瓷能与它相比。欢迎大家来到天元学宫，我是天元学宫的副公主，道号灵心，大家可称我为灵心公主。在此，我会为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天元学宫。只是听着她的声音，心中的烦躁就瞬间消散了。天元学宫乃人族强者于327万年前创建，旨在为我族培养各类人才。学宫不参与各大势力之间的争斗，一旦修为达到金丹境界，便需离开学宫。好了，天元学宫的基本信息我都说完了，
大家若想更详细了解，可自行去藏书阁翻阅资料。在此，我预祝大家在学宫的这段时光都能取得一个好成绩。我的心灵力量似乎变强了，连灵魂本源都精纯了些许。一个人的声音，竟然让所有人都进入了顿悟状态，这是何等的实力！终于到了。主人，这里是您在天元宫的住所。主人，因为您是101考场战斗系的第1名，所以您的住所比一般弟子的更加高级。而我，则是天元学宫专门为您配置的傀儡人。你是傀儡人，看起来实在太逼真了。若不是他自己承认，根本看不出是一具傀儡。是的，请主人先给我取一个名字吧。取名字？那你就叫小琉璃吧，如何？多谢主人赐名。主人请进屋吧。您是101考场的第1名，得到了很多奖励，都在屋内。如果您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直接问我。小琉璃可是知道很多知识的。好。主人，这是您的修炼密室，周围专刻了强大的阵法，激活后可以幻化出各种不同的修炼环境。这是一个小型传送阵，它可以将您直接传送到天元学宫的重要地点，比如藏书阁、草宝阁，还有各大试炼场地。主人，这是学宫给您的第1名奖励。这令牌有什么用处？此令牌上有1万积分，用这1万积分，主人可以在天元学宫购买各种宝物，进入一些特殊的修炼场地。主人，圣池要开启了，我们先去圣池吧。什么圣池？圣池是我们天元学宫的一大至宝，刚进入学宫的弟子都可以进入圣池，在里面将修为提升到筑基大圆满境界。虽然有很多学员在参加考核时就已经达到了大圆满，但圣池的特殊之处在于，即便修为已经达到极限，在里面依旧可以提升灵魂和肉身的强度。我现在的修为只是筑基第8层，距离突破第9层还遥遥无期，正好借此机会一举冲到大圆满境界。好的，那我们赶紧出发吧。我们直接通过传送阵过去。小琉璃，你不是说我们要来圣池吗？圣池在何处？我以为会像普通莲池那样小。主人，我们脚下的就是圣池，只不过现在的圣池还处于冰封状态，等一会儿冰面化开，您就可以进去修炼了。这个圣池极深，越靠近池底灵力就越充沛，但身体承受的压力也会成倍数倍增。据说在圣池的最深处藏有绝世强者留下的传承，不过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至今从未有人抵达过圣池的最深处。没有人抵达过？那些大帝级别的强者也不行吗？不行，这圣池有特殊的法则限制，只有筑基境界的修士才能进入，修为一旦超过筑基境界，连这表面的冰层都无法破开。原来如此。怎么一下子出现这么多人？那些弟子的住所里没有配备私人传送阵，他们是通过学宫的集体传送阵抵达这里的。集体传送阵虽然麻烦些，但单次传送的人数非常多，这集体传送阵一次性可以传送上万人。这么厉害！天元学宫是建造在一个巨大的元界之内的，这个元界是300多万年前人族众多强者联手开辟的。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元界已经变得无比广阔，所以在学院里很多地方依靠传送阵来通勤。全是生面孔，看来没那么容易蹦到同门。主人，祝您修炼愉快，我在这水面上等您。出来了，在考场空间里一直召唤不出，我还担心在学宫里也用不了。那家伙好快！简直是疯了！难道他不知道下沉的太快，身体会承受不住，水压爆裂吗？简直是自寻死路！这灵力确实精纯，但相比起琉璃剑宗的9色莲池，似乎还是差那么一些。不过这也正常。
是一位大地强者留下的完整地术。我虽然完成了天道筑基，但琉璃剑宗根本没有地术级别的功法传承，这正好弥补了我的致命短板。只要炼制大成，这双手便能直接硬昂极道地兵，太霸道了！好霸道的灵力！不对劲，这上枪之手的真元运转路线感觉有断层，根本不完整。既然这里有残片，那这广阔的池底必定还藏有剩下的部分。怎么回事？这整个圣池的水怎么像漩涡一样搅动？到底是谁在下面？这等异象，自学宫建立以来从未见过。见过公主。公主，看出是什么问题了吗？圣池中形成了一个直达深处的巨大漩涡，我的天通秘术只能勉强看到3000丈之下的区域，再深的地方一片混沌。圣池深不可测，连玄铁巨石都沉不到底。公主，如今这情况吉凶难料，我们要不要暂停开启，让所有弟子暂时停止修炼出池？不必了，大劫将至，我们没有时间了。一旦强行停止，圣池就会触发自我保护，进入冰封状态，最快也要300年才能重新开启。目前还没有出现伤亡等糟糕情况，绝对不能停止。所有长老随我驻守此地，密切关注圣池动向。遵命。终于突破了，在炼气第8层卡了这么久，吸收了难以计数的灵力，如今终于踏入了筑基第9层。筑基道台不仅扩大了，裂痕也修复了许多。悬崖，我以为刚才那里就是池底了，没想到竟然还有更深的地方，连轮回眼都看不透下面到底有什么。这黑水太诡异了，下面有东西在呼唤你，阻力变大了，但这些池水之中蕴含的灵力竟然比上面还要浓郁得多。撑过去了，既然如此，那就来得更猛烈些吧。怎么回事？眼睛好痒，拼了！不知道运转轮回眼秘法能不能缓解这种情况？有效果！突破到轮回眼第2变境界了。没想到突破后，这诡异的黑水居然变成了透明的。哈哈哈，原来如此！这白色玉石上雕刻的文字，竟然也是上苍之手。之前修炼上枪之手时出了岔子，我就觉得这秘法根本不完整，没想到另外一部分竟然藏在这里。这2部分组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地术，达到筑基大圆满境界了。这一步走得好艰难呀！若没有这圣池庞大的灵力支撑，真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我现在总算是体会到那些大势力的好处了。只要天赋够，根本不用去拼命搜刮资源，直接用宗门底蕴就能堆出修为，实力提升了不止1个档次。如果现在再遇到太初圣地的秦天，我绝对有把握在10个回合之内将他彻底打败。不过像这种大势力的交集天才，身上必然藏着无数价值连城的护体灵宝，即便是洞虚境，强者甚至圣人出手，也未必能轻易取他们性命。这是圣池要关闭了吗？对了，自从炼成缥缈王八步后，还没在水下试过，不知道在水下施展会怎样。好神奇！冲那么快做什么？敢去投胎呀？没长眼睛啊！不好意思，刚才速度太快了，没控制住。哼！主人，小琉璃，主人，我带你回去吧。你现在看到的这座岛屿名叫千圣岛，上面有数千位圣人留下的雕刻，全都蕴含着圣人们的大道体悟，对修行大有益处。不过，只有积分达到10万分的弟子才有资格进入。10万积分。小琉璃，带我去一趟灵宝阁，我要看看有什么适合我的宝贝，先把手头的积分转化成实力再说。主人，买东西不必亲自跑去灵宝阁的，我们回住处直接购买就行了。还能这样？那先回住处。
主人，你需要买什么？直接在光幕上选取就可以，下面标注的数字就是对应的积分价格。好的，我来看看。竟然连飞翔都有卖！主人，这盾天梭还算不上最贵的呢。还有更贵的？是的，在天元学院，弟子的权限等级一共有9级。主人，你现在的权限仅仅是第5级。我刚进学宫就拿到了1万积分的仙人奖励，直接卡在5级权限的门槛上，起步倒算是不低了。主人，你有看到什么合适的灵宝了吗？小琉璃，天元学院有没有那种修炼之后可以直接增加寿元的秘法？是真的没有，至少我们天元学宫没有这种功法。但是血域里有可以减少寿元流失的秘法。减少寿元流失的秘法，这和增加寿元有什么区别？当然有区别了。打个比方，主人手头有100块灵石，原本每天最低开销是10块，在修炼了这种节流功法后，你可以将一天的开销压缩到9块。这样一来，你手上的灵石不就能花得更久了吗？明白了，那麻烦你帮我把这种秘法找出来。好的，主人请稍等，一共有3种，你看看哪种适合你。1万积分远远不够，耗钢得用在刀刃上。当务之急是想办法赚取更多的积分。小琉璃，我要赚取积分，把有什么赚取积分的方法告诉我吧。好的。获得积分的办法有很多，但最简单、最高效的途径是前往问道图。问道图是一件完整的极道地兵，内部空间极大，里面封印着天元学院创建以来无数人族精英修士最强状态的分身。比如这里，恶魔之海，还有万兽谷，里面生活着外界近乎绝迹的洪荒时代荒古异兽，击杀它们会掉落蕴含大道意境的内丹。最后是试炼塔，塔内有历代强者留下的传承秘法，所有人都能免费修炼。试炼塔里的秘法居然可以免费修炼，那我根本没必要自己花钱去买秘法了。与那些古老势力的顶级天才相比，我在技法和法具太大，急需一门强大的战技提升实力。我要先用手头现有的积分购买资源。地术上操之手，第1层的修炼方法，极度自虐，必须先用烈火灼烧双手，再将手放入玄极灵水中淬炼，不断刺激双手窍穴，最终在双手上凝聚出特殊的道纹。这用来灼烧双手的火焰也不能是凡火，至少得是真火。主人放心，真火比较容易获得，只要购买这些特殊的灵木，或者从动植物身上提炼出的精油，点燃之后就能获得真火了。小琉璃，帮我找找玄极灵水。找到了，500积分1桶，1桶大概有100斤。买。火焰的话，买一些双色龙岩木和烈焰神油。好的，我已经用您的积分下单了，这些东西会由天元学府的傀儡灵鹤送过来。主人，您购买的东西到了，我出去给您拿。去吧。主人，东西都在里面了。你就在外面等我，我进密室修炼了。好的。苍天之手是圣池底下的地术秘密，绝不能让他看见。谁知道这丫头是不是天元学院故意安插在身边监视我的眼线？好高的温度，真把手放上去，会不会立刻变成烤鸡爪？有诨仙剑兜底，死不了，豁出去了。看来一次淬炼还看不出什么变化来，得继续淬炼才行。上操道纹，我练成了，这就是上操之手。不知道这苍天之手的威力究竟如何。好强！这还是在空空地带施展第1层，能瞬间驯拢方圆100丈的灵气形成大手，威力绝对恐怖100倍。普通人极难修炼这门地术，但我借着诨仙剑，短短1个月就练成了第1层，而且我的右手也差不多能凝聚出道纹了。对力道的掌控还不够熟练，等彻底掌控后，真元力的消耗就不会这么恐怖了。有了这上苍之手，我又多了一张底牌，不知道普通的元婴修士能不能硬扛下我这一掌。回去，一鼓作气把右手也练成。
哈哈，真爽！还以为右手得磨多久，没想到一次就成了。继续，继续。怎么回事？只觉得微微发热，一点都不烫了。看来普通的真火已经没用了。想要修炼第2层长鹏之手，必须寻找更霸道的真火，甚至是传说中的灵火才行。小贺，帮我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联合空间比以前大了很多。小贺，辛苦了，你先回去吧。真是逆天的本领，要是我也能这样穿梭虚空就好了。现在上苍之手出城，是时候出去赚积分，买高级材料了。见过主人。小琉璃，我闭关这1个月，天元学宫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没人来找过主人。不过，主人，您的排名可是掉惨了。排名掉多少了？您闭关前排在18000名左右，现在已经掉到1000万名之外了。什么？掉到1000万名之外了？月连1个积分都没进账，学院里大家都在拼命做任务，您排名掉这么狠，很正常呀。把排行榜打开我看看。是，主人。混沌圣地，幽州，前3名的积分居然如此恐怖。遥指圣地幽州叶家，这些可都是诞生大帝的顶级势力，能和这么多顶尖天才同台竞技，真是让人热血沸腾。走，小琉璃，我们去问道图，今天开始赚积分。好。这就是问道图吗？这是我见过的第2件完整的极道地兵，威亚竟然如此恐怖。主人，我们也进去吧。好。好强的压迫力，不仅是肉身，连灵魂都在承受重压。主人，我们现在要去哪里？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打开杀戒？最好有大量真实的妖兽给我练手，我不想杀那些虚幻的灵体。真实的妖兽有是有，但是那些地方都非常危险。主人，您确定要去吗？确定。人在江湖还怕什么危险？怕危险就不修仙了。既然主人心意已决，那我建议您去万寿塔。万寿塔？万寿塔是一件顶级圣器，被安置在问道图之中。我现在就带您过去。好。幸亏我在考核的时候成绩好，才能有傀儡人伺候。天元学宫弟子实在太多了，像小琉璃这种级别的傀儡，一看就极难制造，数量绝对稀少，肯定只给少数精英配备。主人，主人！刚才我的意识好像进入了一个神奇的空间之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被万寿塔出来的道运影响到了，不要一直盯着塔表面的那些痕迹看。这些痕迹都是实力强大的敌人用刀剑或尖牙利爪留下的，上面追着那些敌人的大道法则。明白了。主人，在这里面，我只能回答你一些力所能及的问题，绝不能出手帮你。即便你有生命危险，我也不能出手，一切只能靠你自己，务必小心。另外有2条规则。第一，所有学员每个月只能在万寿塔内停留1天时间。第二，在塔内获取的积分上限为30万分，一旦达到30万分，就会被强制传送出去。才1天时间，而且还有积分上限。本来还打算在这里大开杀戒疯狂刷分的，天元学院居然搞这种限制。是的，天元学院做出这种限制，是为了防止学员过度沉迷于靠杀戮赚取积分。相比之下，学官更鼓励修炼者通过闯关来获取积分。还有一点，在万寿山里击杀的妖兽尸体绝对不能碰。知道了。不过刚才在塔外明明有那么多人，为什么现在这里一个人都没有？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万寿塔第1层空间，你眼前的这条青石大道叫青阳古道，沿着古道走到尽头就是万寿山，山里生活着各种妖兽，绝大部分是2阶妖。好吧，既然如此，只能靠我自己了。这速度好快呀！这结界是怎么回事？这是用来防止万寿山里的妖兽跑出来的。主人，你可以轻松穿过去，但有一点必须牢记，在结界之内，你只能使用在天元学道内获取的灵宝。原来如此。若是没有这个限制，那些底蕴深厚的圣地和古老世家弟子
拿着威力逆天的灵宝，在里面大开杀戒，对普通学员就太不公平了。用自己拼命赚来的积分购买灵宝，这规矩倒是公平的很。主人，天上这些黑鸟竟叫嗜血飓风雕，防御极强，飞行速度极快，而且精通灵魂攻击，综合实力被评定为7星级，算是比较难缠的妖兽了。你千万要小心。7星级，这是什么划分标准？这是天元学院专门用来衡量修炼者或妖兽真实战力的标准。毕竟修为不等于战力。如今学院内学员基本都是筑基大圆满境界，但实战能力参差不齐，用星级划分最直观。万寿山里的妖兽也是如此，除了从1星到10星之上，还有王级和皇级妖兽。那以我现在的实力，能评定为7星？我还没亲眼见过主人你真正出手，数据库里没有参数，无法评估。那现在排行榜上第1名，那个混沌圣地的岳凡，他是什么星级？查到了，混沌圣地的岳凡目前达到了综合实力无限接近10星级。无限接近10星级？是的，10星之上被称为同阶之王，实力堪比王级妖兽。这个评级极难达到，每一届最多也就1-2名学员能做到。你们这批才刚入学，或许时间长了会有人达到吧。达到同阶为王级别的人，即便不借助任何灵宝，仅凭肉身和自身术法，也能轻松斩杀普通的元婴期修士。不借助任何灵宝，斩杀元婴，同阶为王。主人，我们被发现了，快下去找地方躲起来。躲？为什么要躲？你击杀了232个嗜血飓风雕，获得2320分。一剑就射杀了所有7星级的嗜血飓风雕，这是什么恐怖的实力？怎么样？你主人我帅不帅？好帅！主人，刚才那一下真的是太帅了。他的情绪变动太真实了，这真的是一个傀儡人吗？我怎么感觉他就像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主人，你做什么啊？请你对我尊重点，我可是高级傀儡人，你下次如果再这样动手动脚，我就要对你不客气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才看你那呆萌的样子，觉得很可爱，一时情不自禁。我保证下次不会了。下次不要再犯就行了。看来他绝不是普通的傀儡人，而是一种高度蚁人、拥有自主情绪的特殊存在。不知道其他学院的傀儡是不是也这样？主人，杀死一只嗜血飓风雕可以获得10个积分，你这一剑就赚了2320分。一只才10点积分，这积分还真难赚。是啊，所以主人才厉害嘛，别人辛辛苦苦打半天，还不够主人你这一剑的零头。排名第1的岳凡，1个月时间赚了200多万分，平均下来一天还不到10万分。看来这积分确实没那么好拿。刚才一剑200多积分，照这个速度，赶超冲第1名只是时间问题，赚积分的速度也会跟着变快。主人，那是玄武门圣地的王树，积分排行榜上排名第1366名。那只熊呢？那是2阶妖兽大地魔熊，实力达到了9星级。杀死这只大地魔熊能获得多少积分？1000积分，比刚才那一堆雕加起来都值钱。9星级的魔熊太强了，硬扛根本吃不消。爆裂符也没用，虽然手里还有5000积分买的顶级法宝，但用在价值3000分的大地魔熊身上太亏了，只能撤了。一剑就将9星级的大地魔熊射杀，这实力绝对在9星之上。排在我前面的人我基本都认识，这人是谁？刚才那人到底是什么来历？此人绰号叫齐天大圣，没有登记具体真名。他是101考场的第1名，在考核时曾击败过太初圣地的秦天，具体来自何方势力不明。击败过秦天，实力这么强，那他现在的积分排名是多少？他现在的积分排名是第137万名。
近137万名。太初圣地的擎天虽然只是中等水平，但我若遇上也能击败。可刚才这齐天大圣展现的实力，我拼尽全力都无法击杀的大地魔雄，他却轻而易问。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9星级别，在整个天元学宫能达到这个水平的，只有积分排名前500的那些怪物。这里是问道图，禁止厮杀，他不敢对我动手，我倒要看看这人究竟是什么来头。主人，那个王顺跟过来了，让他跟吧。好快的速度，单凭踏空而行，竟然比我还快。主人，这大蛇是……爽，1万积分到手。这股灵力正好用来修复道台，实力又增强了1分。一剑双杀，眨眼间就是1万积分，太厉害了！我们玄武门最强的王刚师兄和这个齐天大圣比起来，谁更强一些？这家伙胆子也太大了，在这种妖兽棱形的地方大肆释放灵石，简直就是活靶子。一般人只敢收敛气息潜伏，他竟然主动去招惹那些怪物，难道他满脑子只想着赚积分吗？灵力根本得不到补充，看来我们今天都要死在这里了。操他奶奶的！竟然陷入了双尾黄金蜥蜴的伏击圈，在他们的领域里，连求救信号和传送符都失效了。没救了，他们在耗死我们！大家快看！都死了！我们得救了！这些畜生全死了！你击杀了600条双尾黄金蜥蜴，一共获得6万积分。这赚积分的速度真是不错。只拉了1次弓，一箭化作数百箭，每一箭都精准射杀8星级妖兽。是他救了我们，好恐怖的剑法！王顺师兄，你们都没事吧？我们没事，多亏了刚才那人。你们伤得不轻，赶紧回去休息吧，我跟上去看看。齐天大圣，提示：你已在万寿山获得30万积分。根据学宫规定，本月积分已达上限，不能再停留在万寿塔内。消失了，这么快就被传送出来了，太可惜了，我还没杀过瘾呢。主人，您的实力实在太强了，系统要是再不把您传送出来，任由您在里面大开杀戒，这万寿山里的妖兽恐怕都要被您一个人杀绝种了。我哪有这么厉害？天元学宫战斗系的弟子那么多，我一个人怎么可能杀得完？小琉璃，查一下学院里现在还有什么地方能快速赚取积分的，最好是那种不设获取上限的地方。如果要求不设限制的话，我推荐您去炼心桥或者恶魔之海。炼心桥是专门锻炼心神和意志的秘境，里面充斥着各种极其真实的幻境，一共有12层，每成功闯过1层，都能获得非常丰厚的积分奖励。至于恶魔之海，则是注重实战，里面一共有13座岛屿，每成功登上1座岛屿，也能获得一笔不菲的积分。磨练心神和意志，那先去炼心桥吧。好的，主人请随我来。你不是说来炼心桥吗？桥在哪儿？炼心桥是特殊的圣器，肉眼是看不见的，它就在大家的脚下。您看，那些脚下涟漪只有1种颜色的人，代表他们正处于炼心桥的第1层。涟漪颜色越多，身体所在的高度就越高，代表他们在炼心桥上的层数越高。一旦在当前层冲关成功，他们就会直接坠入下方的云海，进入下一层空间。我们也上去。好吵，这声音仿佛能直接穿透灵魂，让人心烦意乱。恭喜您通过炼心桥第1层，奖励100积分。糟了，丹田被一股神秘力量完全禁锢，连伏仙剑都感知不到了，无法使用真元力防御。这种程度的灼痛，比当初修炼上枪之手时用真火淬炼双手差远了。不过是皮肉之苦，我忍得住。恭喜您通过炼心桥第2层，
获得500积分。竟然这么快就闯过了第2层，主人的意志力真是可怕。衣服和身体都复原了，看来在炼心桥里经历的一切物理伤害都是幻境。刚刚还是极致的火海，现在就变成了绝对的冰寒，这反差。不过，比起修炼苍葱之手时用的玄机灵水，这寒气还算能扛得住。恭喜您通过炼心桥第3层，获得1000积分。空间压迫力正常，真气也没有被压制，但是空气极度干燥，而且这虚空之中竟然连一丝灵气都没有。这炼心桥第4层空间好像没什么特殊的攻击性啊。主人，这第4层空间绝对比前3层要恐怖得多。只要您能走出这片荒漠，就算通过。这里没有任何陷阱，也没有任何妖兽，您不会受到任何物理攻击。就这么简单？规则就是这么简单。不过很多时候，看起来简单的事情，真正去做时，才会发现并非想象中那般容易。那就跑出去看看。体内真元力消耗极大，外界有没有灵气补充？诨仙剑毫无动静，只能靠自己了。灵鹤空间开！小鹤出来！真气彻底耗尽了，又渴又饿，不行，得停下来歇会儿。小琉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说没有陷阱吗？主人，这是流沙，一旦您停下脚步休息，身体就会下沉。唯一的办法就是不休息，继续坚持往前走。渴，太渴了。水，终于有水了。主人，一旦你喝了这水，那就代表着你在第4层历练失败。不能喝水！既然这水不能喝，为什么这里会有水？当然是为了磨练你们的意志呀。有的人或许可以在沙漠之中不断前进，但是在这种油尽灯一的状态下，看到水，几乎没有人能忍得住。能忍得住的人，都是拥有大毅力的人。炼心桥的目的就是磨练修炼者的意志。变态！还要多久才能走出这荒漠？无可奉告。你有种！滚！这梅子林肯定又是考验，绝不能吃，我绝对不能功亏一篑。恭喜您通过炼心桥第4层，获得5000积分。终于通过了！主人，恭喜你通过炼心桥第4层，你真厉害，竟然连续通过4层炼心桥考核。这杨梅是真的？是啊，你看到的绿洲还有梅子林都是真的。现在你已经通过了炼心桥第4层考核了，可以放心吃了。真的？是真的。到第4层炼心桥之后，每一次通灵的宝贝给你恢复体力和灵魂之力。这里是什么地方？这是炼心桥第5层。第5层了？我只是在杨梅林里吃饱睡了一觉，居然直接到了第5层。一路走来，以往都有诨仙剑相助，顺风顺水，可这次在炼心桥，诨仙剑一点动静都没有。第4层那种濒临绝境的痛苦，简直比受重伤还可怕。这第5层，不知道又会有多恐怖。你已经连续通过炼心桥4层空间，非常厉害了。这个成绩已经吓败了天元学宫9成的弟子，目前整个学宫最力是达到第7层而已。如果你觉得没有把握，可以先离开炼心桥，等过一段时间准备好了再来。时间珍贵，我不想浪费。既然都已经站在这第5层的空间了，那就继续冲下去吧。很好。这是一颗特殊的灵果，每一个闯炼心桥第5关的人都必须吃下。第5层的磨练就正式开始。居然很甜，而且还有一股诱人的奶香味。这感觉不对劲，好热，
心里像是有团火在烧。公子，你好帅呀！公子，要不要来玩一下？只要你愿意，我们姐妹现在都是你的人了。公子，我不要你把我们当人。你给我吃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给你吃的叫做烈阳圣果，乃是大补之物，吃下去之后会让你威武不凡哦。真变态！那女性弟子呢？她们也要承受男子的勾引吗？是的，而且从某种方面来看，女性弟子在这方面的定力比男性弟子更差。公子，来嘛！公子，你就不要纠结了，这里有没有其他的人？都给我滚！这声音根本挡不住。等等，对啊，为何我不能全杀了他们？小琉璃，我能不能把他们都给杀了？她们都是难得的美女，你舍得杀吗？在这第5层空间里面，她们可是化解你体内毒素的解药。解药？等你通关之后，必须要有他们的帮助才能解毒。若是你现在将他们杀了，烈阳圣果毒素无法化解，你必死无疑。我要依靠他们解毒？天元学宫竟然变态到这种地步，要逼迫闯关者与这些幻境女子合修。我还是个未经人事的人，怎么能稀里糊涂的交代在这里？既然来了天元学宫，很多选择就身不由己了，要么服从，要么死。可恶，天元学宫简直欺人太甚，但我现在实力低微，根本无法与学宫抗衡。封住听觉根本没用，毒素已经进入血液了，身体快要爆炸了！消耗掉，必须把力气全部消耗掉。只要我精疲力尽，就算毒发也会力不从心。不行，不能放弃。这里是炼心桥，是磨练意志的地方。如果在这里屈服，我还有什么资格走下去？淡定，淡定，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主人，只要吃下这枚灵果，你就不用再受折磨了。主人，根据天元学园的规定，炼心桥会根据你的心境制造幻想，只要你愿意顺从心中的杂念，这一层的痛苦立刻就能结束。不对，主人，你这也太固执了吧！这炼心桥的积分那么低，你何必要把自己逼到这种地步？就是，连这点心魔都破不了，还想继续往上走，不自量力！你要做什么？主人，不要做傻事！滚出我的心境！主人，你刚才差点真的被心魔带偏了。如果你也是幻想，就立刻从我眼前消失。后面的考验只会比这一层更难。连副仙剑也压不住这股药力了吗？我一定可以扛过去的，一定可以！恭喜你通过炼心桥第5层历练，奖励1万积分。终于扛过去了。主人，恭喜你通过炼心桥第5层。刚才在幻境里想要蛊惑我的那个，真的是你？没办法嘛，学宫有规定，我作为引导精灵必须参与进去，这样才能让炼心桥的幻境更真实。不过，没想到主人你意志这么坚定，那种情况都能守住本心。这有什么厉害的？刚才那种情况我都忍得住，我怕传出去了，有些人又会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无能了。主人你可真会开玩笑。你之前不是说我体内的药力必须靠那些幻影才能化解吗？现在我通关了，幻影没了，药力也退了，难道这也是炼心桥设下的局？骗你的啦，目的就是为了激怒你。人在愤怒和绝望的时候，最容易做出失去理智的疯狂举动，那才是真正的心魔。连你也学会骗人了。你现在来到了炼心桥第6层，有3个时辰的休息时间。还有一个好消息，如果你能一口气闯到第7层，你在炼心桥前面获得的所有积分都会翻10倍。翻10倍，听起来诱人，但这炼心桥一层比一层变态，第5层就差点要了我的命，第6层还不知道是什么鬼门关。积分是小，但天元学院1000年开启一次，能进来磨练是天大的机缘。我来这里
绝不能在此时退缩，我需要休息。这种感觉和在天龙秘境筑基时天法降临的情景一模一样。主人，小心！这第6层的考验是天罚炼心。天罚炼心？别人怕天罚，我连12道天罚都硬扛过，还会怕这区区幻境里的雷？来吧！好痛，但还能忍。这可是第6层直击灵魂的天罚，正常人早就该抱着脑袋在地上打滚惨叫了，他怎么跟没事人一样？这是琉璃剑诀，我当初只得到了6000字，这上面至少有1万字，这绝对是完整的琉璃剑诀！别跑！等等，我现在明明在天元学宫的炼心桥里天罚，这石碑是假的！给老子破！好可怕的威压！我们傀儡人最怕的就是雷电，这种强度的电流，只要稍微波及，我体内的阵纹就会瞬间被烧毁。恭喜你通过炼心桥第6层空间，获得5万积分。还以为这炼心桥第6层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手段，原来筑基师腾挡的可是天法炼心。曾经沧海难为水，这区区9道模拟雷劫根本不够看。主人，你真的太厉害了！竟然这么快就通过了第6层考验。我现在也通过了第6层，可以进入第7层了。是不是前面6层所得的积分都可以翻10倍？是的，主人，你前面6层得到的积分累计是66600分。如果现在选择离开，这些积分就能翻10倍结算。那就是60多万分了。这炼心桥的积分也太好赚了，第7层10万，第8层50万，第9层100万。要是通关再翻10倍，那数字简直不敢想。第7层炼心桥的磨练还有多少个时辰降临？过第6层炼心桥之后，主人你会有1天的休息时间。1天的时间？这么长？是的，主人，你不但有1天的休息时间，而且还有1颗丹药和1个包裹。这里面是1粒3品的素元丹，吃下去之后不仅能让你的伤势快速恢复，还能快速长出眉毛和头发。这丹药怎么这么硬，险些把我牙都咬碎了。主人，先换上这套衣服吧。哦，好。刚才抵抗天罚时，眼睛吸收了大量雷电之力，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虽然不知道这轮回眼是谁创造的，但这秘法确实强大，必须趁热打铁巩固一下。请你选择一种你擅长的灵宝。炼心桥第7层空间会根据学员的选择做出不同的考验，你选择的是剑，得到的就是剑气炼心，剑气炼魂。一旦你昏迷过去，就代表着闯关失败。坚持住，绝不能在这里倒下。来吧！恭喜你通过炼心桥第7层空间，奖励10万积分。主人，你太厉害了，竟然一次性就通过了炼桥第7层空间。这个时辰，每一刻一直在崩溃的边缘，真是漫长的煎熬。主人，你还想继续闯第8层吗？当然要了，只要我还能成功，就会一直闯下去。太棒了，这是你得到的奖励丹药，请你赶紧服用吧。3天之后，我们会进入炼心桥第8层空间。伤势彻底恢复了，不仅心脏跳动的比以前更有力，连灵魂本源也壮大了1倍。这先天素魂丹果然名不虚传。时间到了！怎么回事？好恐怖的灵力波动！大家快看排行榜！齐天大圣是谁？竟然闯到了第8层！在此之前，可根本没人能上去过。他是怎么做到的？我已经在第5层被困了10多天了。算了吧，你一辈子都别想闯过第5关了。这能怪我吗？谁叫第5关的女子那么美丽？唉，也是，
我也是倒在第5层了。这个齐天大圣我认识，是太初圣地的秦天，勤奋榜排名前500的高手。他是我们101考场的榜首，我曾在考核空间与他交过手，此人的实力深不可测。竟然连秦天师兄都打败过，你们说这齐天大圣能闯过第8层吗？不可能吧，能过第7层已经是极限了。这炼心桥越往上，威压和心魔反噬越恐怖，绝不是单凭实力就能硬闯的。是小师叔，绝对是小师叔！嘘，我就知道，咱们小师叔是最厉害的。秦天师兄，咱们怎么还不进去修炼？不着急，我想留在这里看看，这个齐天大圣究竟能不能再次创造奇迹，闯过第8层。我们也想见证一下。那这炼心桥第8层空间的磨练方式到底是什么？第8层的磨练方式很简单，就是承受反噬之力。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阵法，你需要选择一种等级远高于你当前修为的灵宝，并强行将其激活。越阶使用灵宝，必遭反噬。只要你能扛住这股反噬之力，将灵宝上的封印冲破100层，便算通过这第8层。强行驾驭高阶法宝，反噬之力会直接作用在灵魂上，痛苦无比。天元学院竟然用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来磨练意志，原来如此。主人，请挑选一件你最拿手的。你现在看到的全都是6阶灵宝，一般情况下，只有洞虚境的大修士才能真正激发他们的威力。主人，现在你可以开始激活剑上的阵纹了。记住，你每冲破1重封印，遭受到的反噬之力就会暴增1倍。好。流云劫水泪无痕。气血翻滚，脑海深处像是有无数只利爪在疯狂撕裂，这反噬之力简直要将灵魂搅碎。诛仙剑印毫无反应，没有奇迹，没有外力，这一次我只能靠我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坚持下去！轮回眼秘法自动运转了，疼痛感竟然完全消失了，抵抗反噬的能力正在疯狂暴涨。虽然轮回眼还没达到第3变境界，但距离第3又近了不少。现在的我，已经能完全承受这把剑的反噬之力了。最后一层，给我破！恭喜你通过炼心桥第8层，获得50万积分。我的天，这么快就通过第8层考核了！主人，你真的是太厉害了！没想到真的坚持下来了，没有动用诛仙剑印，单凭意志扛过了这种地狱般的磨练。我的天啊！齐天大圣通过第8层了，这怎么可能？这才不到半炷香时间啊！第8层的时间流速是外界的10倍，他在里面熬了1个多时辰，外面才过了半炷香。但我这该不是眼花了吧？真有人能这么快冲破第8层？小师叔厉害，太强了！别人闯炼心桥要死要活，小师叔闯炼心桥简直就像是在逛街一样。小琉璃，这里就是炼心桥第9层空间了吗？是的，主人，只要走过这座石桥，就算是通过炼心桥第9层的终极考核了。若是能顺利通过，主人你就能再获得100万积分。100万积分？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随时都可以开始。这一次不用强制休息了，前几关可都是有休息时间的。这一层没有，不过主人若是觉得疲惫，也可以自行休息一会儿再闯关。
不必了。这桥好古怪，感觉像是某种反噬之力。这到底是什么桥？此桥名为时光桥，是一件特殊的时光灵宝，可以让你从现实回到过去。在此过程中，你会遭受到天地法则严厉的反噬之力。时光桥能回到过去的灵宝，这和当初刺杀我的那些时空战士乘坐的时空飞松何其相似！没想到在天元学宫又碰到了这类宝物。这时光桥可以让我们回到进入炼心桥之前的时间段吗？可以的。真的吗？好。那是什么？是天元学宫极其特殊的一枚印记，一共有3枚。如果你能将它们完全收集齐全，将会获得学宫的神秘奖励。神秘奖励？给我过来！失败了！我还以为今天能亲眼见证天元学宫史无前例的第一人诞生呢。建校以来，就没人能闯过第9层，踏入第10层。本来以为他能打破神话的。大家都别叹气了，齐天大圣能一口气闯到炼心桥第9层，这已经是传说级别的表现了。是啊，你们看看现在榜单上，除了齐天大圣，连一个能闯到第8层的人都没有，更别说第9层了。虽败犹荣。这齐天大圣绝对是个狠人，以后要是遇到他，必须躲远点。哼，炼心桥只是磨练意志，他能闯到第9层，只能证明他意志力强大，并不代表他的真实实力有多强。意志力能达到如此恐怖地步的人，绝不可能是孬种，实力能差到哪里去？你如果想去送死，我们绝对不拦着你。我们回来了，刚才还在第9层空间，怎么突然被传送回密室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呀。这金色印记到底有什么作用？见过公主。不必多礼。公主，您来的正好，我有一些事情正要问您。你想问的事情，是不是与炼心桥有关？是的，我刚刚在第9层通过了时光桥，最后得到了这个。之前在炼心桥空间里，小琉璃和我说过，如果能一口气闯到第7层，所得积分会翻10倍。是的。可是我已经通关了8层，拿到的积分少说也有数10万，为什么我的积分是0？我不仅突然被强行传送回这里，而且我在炼心桥拼死拼活赚来的积分1分都没有了。你已经不需要积分了，这一切都是我们故意为之。你们故意的？我说公主，你们是不是玩不起啊？是不是觉得我赢得太多，不想把这些积分给我了？那一点积分对于天元学宫而言根本算不了什么。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的天赋太好了，我们不想让你通过第9层的消息泄露出去，从而为你惹来杀身之祸。为了我？为什么？在天元学宫之中，你想要什么，我们都能提供。真的吗？是的，因为你是第一个在筑基境界通过炼心桥第9层的人，可以说前无古人。我这是运气好。这并非运气，而是天赋。接下来，我们打算全力培养你，然后让你帮助天元学宫，也算是帮助我们人族去完成一个任务。我只是一个筑基修士，有什么任务非得让我去完成？我们人族有那么多绝世强者，难道让他们去不行吗？如果他们可以胜任，我们也不会找你了。其实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挑选一个合适的人选去完成这个任务，即便是你，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具备资格。我还没有资格？是的，但你是最有希望胜任的人。我们接下来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满足执行任务所需的所有条件。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想要执行这个任务，必须具备3个条件。第一，超强的意志力；第2个条件，超强的战斗力。只要你闯过恶魔之海第18座岛屿就能达标。第3个条件，超强的悟性，只要你闯进天使林第9层区域就能达到。这3个条件，只要有一项达标，我们天元学宫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为他提供资源，助他达成另外2项。如今你已经达标了1项，所以学宫的资源你可以随意调配，
希望你能尽快达成另外2个条件，这也是我亲自来找你的原因。公主，实不相瞒，我命轮有缺，我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一套可以修复命轮的功法，不知道天元学宫有没有？命轮有缺？奇怪了，按理说你此刻应该寿元将近才对，可为何你的生命元气如此澎湃，甚至比那些金丹修士还要旺盛？我运气好，在一处秘境中误食了一株奇特灵药，但这依旧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一直想寻找修复命轮的功法。没有，我从未听说过世间有什么功法是可以修复命轮的。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修复的没有，不过减缓寿元流失的功法倒是有不少。如果你需要，我会吩咐人帮你去收集。多谢公主。你尽快去闯恶魔之海和天山林吧，有什么需要直接吩咐他就行，我现在就提高他的权限。好了，我还有要事，先走一步。主人，没想到你竟然激活了学宫最高等级的隐藏任务，真的是太厉害了！天元学院里还有没有其他类似我这种被当作天才秘密培养的人？这个我也不知道。天元学宫这样做，目的就是为了把你和那些天才保护起来。明白了，那我们去恶魔之海吧，看看这地方到底有何特殊之处。好。这恶魔之海里没有任何生物，海水之中蕴含着邪恶的气息，一旦沾染上，心智就会被这股邪气侵染，非常危险。主人，这面具叫做遗忘，戴上它能改变别人对主人容貌的认知。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隐藏身份，预防您遭遇暗杀。小琉璃，我们现在不是拥有特权吗？不如你使用特权，我们直接插个队。插队是完全没问题的，但如果我们这样做，必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一旦暴露，很容易被潜伏的敌人盯上，小心驶得万年船。我们必须谨慎。有道理。好强的压迫力，体内的筑基道台旋转速度瞬间慢了下来。灵石外放居然只能笼罩方圆3里，在外面明明至少能覆盖30里的。你不是说这恶魔之海是实战考核吗？怎么连个鬼影都没有？对手是有的，但在开始之前，请主人先选择2种兵器。因为这里是恶魔之海，为了绝对的公平，所有登岛闯关的人使用的灵宝都必须是天元学院提供的统一标准制式。如果不设限制，那些拥有超级灵宝的富家子弟，直接一路轰炸就通关了。主人，您不选防御灵宝吗？一般闯关者为了保命，都会选择一件攻击灵宝搭配，你选的居然全是攻击型的。灵宝我已经选好了，我的对手呢？你的对手已经在前方等你了。在这座岛屿的最中心区域有一面旗帜，那些对手就在旗帜周围守护着。只要你将那面旗帜拔下来，就算是通关了。好。恭喜你通过恶魔之海第1座岛屿，获得1个积分。才1分。这第1座岛屿难度是最低的，即便是那些只有2星战力的普通弟子也能轻松闯过，更别说主人您这种战力近乎封王级别的人了。这就是恶魔之海的第18座岛屿，前面17座岛屿面积巨大，妖兽和修士成群，不过全都被我用弓箭一路射杀了。眼前这地方也太小了，简直就是块大石头，而且居然只有1个人守卫。是的，我们现在就是在第18座岛屿上。别小看这座岛，虽然它很小，守护者也只有1个，但是它的实力极其恐怖。这家伙，前面17座岛屿的所有守护者全部加起来，恐怕都接不下他这一剑。你的剑术确实不错，但是你的剑奈何不了我。若是没有其他本事，就赶紧回去吧。终于遇到一个像样的对手了。没用异象，也没施展地术，
单凭肉身就拥有如此恐怖的速度，这小子不简单。诨仙剑意又有动静了，之前在炼心桥还毫无反应，这剑意居然激活了他。可恶！开天辟地！这才有点意思。好厉害的剑法！我已经激活了琉璃战纹，他却连异象都没有。他的剑法密不透风，就算有轮回眼也找不到破绽。是我的速度和力量还不够快，不够强。我的真实修为是元婴期，剑道已接近人剑合一。可这个筑基境的小子，在剑道意境上竟然能与我去敌，这种天赋简直是妖孽！可恶！我身上有封印，实力受限。但这小子的秘法怎么回事？他的剑法在战斗中飞速蜕变，这种进步速度我从未见过。杀！万马奔腾！异象，小子，你很不错，竟然能逼我使用出异象。今天的战斗就此结束吧。不使用细象，一点机会都没有。琉璃金身第二层突破了。好强的力量！开天辟地！已经赢了，住手吧！恭喜你通过恶魔之海第18座岛屿考核。若非触发了我身上的保命禁制，恐怕连元婴期的修士都会被斩杀。这小子到底是哪方势力的绝世天才？又一枚印记，这和你在炼心桥第9层看到的那朵莲花上的印记一模一样。奇怪，过了第18座岛，不是应该传送到第19座岛吗？怎么到了这么个怪地方？又是他，竟然这么快就闯过了第18座岛屿。又回来了，集齐3个条件，我就有资格知道那个所谓的计划。第3个条件是天石林。小琉璃，和我说说天石林吧。天石林也是问道图里的一处修炼场所，那里布满了重重阵法。要想进入天石林的中心，必须破开无数重阵法。最关键的是，在那里不能使用蛮力破阵，必须找出阵法的破绽才行。看来这天石林是专门用来培养阵师的地方。是的，阵师至今，我虽然在天罗秘境和八卦门的高手交过锋，但当时全靠暴力砸阵。对于炼丹、炼气、画符，我可谓是一窍不通。天石林规矩森严，补齐这块短板势在必行。给我弄些阵法入门的书籍来。主人，您这是准备研究阵法？对，我对阵法一窍不通，准备学一学，技多不压身嘛。好。原来如此。无论是因地制宜的布阵，还是寻找破绽的破阵，最核心的只有一个字：算，也就是推演。这可是个极度消耗灵魂之力的烧脑活。不过，论推演，这恰恰是我最擅长。天石林似乎也没那么难。小琉璃，给我把那些顶级的推演大法找来，我要好好修炼一番。
最顶级的推油大法。是的，既然要学阵法，当然得学最顶级的推油大法。这个是我难以做到。怎么？那些最顶级的推元大法根本无法带出藏书空间，您想学的话，只能亲自进入藏书空间查看。主人，我建议您还是先打好基础，循序渐进，切忌好高骛远。您连阵法的门槛都没跨过，直接去看圣人甚至大帝留下的推演秘法，很容易出岔子的。为什么？因为那些圣人和大帝创造的推理秘法，都蕴含着他们自己修行的大道。您现在的境界还太低，强行接触那么高级的大道，极易被反噬，对您而言绝不是什么好事。你说的对，那就给我找一些实力强大的阵师创造的基础推演秘法吧。手握2枚印记，韩凡在天元学宫的权限已升至9星，仅次于公主，甚至高于诸位长老。学宫内海量的高阶典籍，他皆可自由查阅。周天星辰推演大法，乾坤无极推演大法，混元无极推演大法，全是大帝级别的推演之术。这些推演技巧正是我找出阵法破绽的关键。真正的破阵高手，靠的是眼力与算计，绝非蛮力。就这样，韩凡闭门不出。1个月的时间，转眼而逝。这都1个月了，那韩凡怎么还不进天使里？难道他不想完成第3个条件，不想知道我们的计划了吗？姐姐，你放心吧，他肯定想完成的。他只是让小琉璃找了一大堆阵法入门书籍，躲起来苦练呢。看样子他对阵法好像一窍不通呀。对阵法一窍不通，这怎么可能？一个修为达到筑基大圆满，甚至能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修士，哪怕是刚练气的新手，也该懂得布置简单的聚灵阵或迷幻阵吧？是的，但他要的确实都是新手书籍，应该是真没接触过。姐姐，我们这次设置的门槛是不是太高了？炼心桥和恶魔之海的难度都比以往加强了100倍。3天前，混沌圣地的晴天登上了恶魔之海的第18座岛屿，但他使尽浑身技术，还是被守护者击败了。至今为止，除了韩凡，无人能过关。没办法，这次的任务实在太重要，也太凶险，机会只有1次，一旦失败，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如若是找不到绝对合适的人选，我们宁愿取消行动。真的有人能全部达成吗？难度虽高，但不是已经有人快要通过了吗？制定计划时，所有人都认为绝对不会有筑基期修士能达成这3个条件。可天元学院开启不到3个月，韩凡就已经拿到了2枚印记。若不是因为要保密，我真想立刻把这消息通知给人族的那些顶尖强者。毕竟这次的行动非同小可，它关系着整个蛮荒界所有人族的生死存亡，绝对不容有失。好像也是哦。可是姐姐，这阵法和战斗不一样，不是光靠战斗力和意志力强大就能学会的。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等吧。希望这个韩凡不要让我们失望。你准备去哪儿？出去玩一下，顺便帮你盯着那个韩凡。你可不要乱来。放心吧，我知道分寸的。想要学会一样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喜欢上它。韩凡似乎深深迷上了阵法，这一闭关就是3年。小琉璃，帮我找一个空旷的地方，纸上谈兵已经不够了，我要开始真正学习布阵。好的，主人，我立刻去安排。主人，布阵的地方选好了，这里叫流星山脉，因为到了夜晚，这里经常能看到壮观的流星雨。可惜现在是白天，虽然不是顶级灵脉，但用来作为镇根的能量源倒也绰绰有余。主人，您打算在这里布置什么阵法？高级的阵法不仅要契合地形，更要与9天星辰遥相呼应。等到了晚上，看看天空的星象再说。这里还真能看到不少流星。白天，韩凡勘察地脉走向，韩凡将天空中那些具有特殊能量的星辰方位一一印入脑海，一月光阴悄然而过。小琉璃，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布周天星辰聚灵阵，你按照这上面的清单，去帮我把材料弄来。什么？周天星辰聚灵阵？怎么？主人，这可是6阶阵法，而且是6阶中的顶级大阵。一般这种级别的阵法，需要多位阵法宗师联合推演布置。你……是的，去吧。是。借助天元学院9星级的特权，这些放在外界足以引起血雨腥风的珍贵布阵材料，对学院而言
不过是沧海一粟。真不愧是天元学宫，这效率真高呀！开干！主人，你真的要自己一个人弄吗？不是我一个人干，你还打算找人来帮我吗？这可是件非常好玩的事情，我才不想让参与进来。我可没这种想法，就算想找人也没用啊！这周天星辰巨灵阵需要镌刻海量的阵纹，这些阵纹的离序完全同源，只要灵力属性稍微有一丝不同，整个阵法就会崩溃。所以他本来就只能由一个人来布置。可问题是，你只是一个筑基境界的修士啊，妄想独自在这偌大的山脉布置6阶大阵，简直是疯了！我倒要看看你究竟能不能成。有意思，这小子竟然想一个人布置周天星辰巨灵大阵，胆子真肥呀！阵眼是一座大阵的心脏，韩凡选取的这处光渡山头地下正隐藏着一条5阶灵脉。周天星辰大阵前期，利用这1008根青铜柱抽取地脉灵力，启动阵法，彻底激活后，便能汇聚9天星辰之力，反过来滋养地底灵脉。破！咦，这小子竟然用剑来施展铭文术！铭文师向来需要极其精细的控制，通常都是用特制的铭文笔来篆刻道文。主人这2年不仅学会了铭文术，竟然还直接用平时战斗的剑来篆刻，这等狂野却又精准的手法，简直闻所未闻。这才短短1月，竟已刻出1008处阵纹，简直是阵道天才！还差最后一道。终于搞定了，成败在此一举。把剑给我。竟然真的成功了！回去告诉姐姐，估计她听到这消息一定会很开心。不得不承认，这个叫韩凡的小子的确是个妖孽般的天才。成功了，主人，我们成功了！哈哈，我就是个天才。不过一次不止承认，一是因为这流星山脉的地形堪称完美，二也是天元学宫提供的材料确实顶尖，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好了，我们去天石林吧。好。主人接触阵法才多长时间？如今竟然能凭一己之力布置出6阶大阵，这份阵法造诣恐怕早就超过了无数筑基境甚至洞虚境的修士了，真是不可思议。主人，穿过这个山谷，背后就是天石林了，里面有无数巨大的石林，石碑上刻有许多前辈大能留下的秘法。走。这白雾竟然能屏蔽灵石的探查。主人，我们已经进入天石林的第1层空里了，想要脱身，必须找到阵法的破绽。破绽早看到了，这种最低级的阵法也想拦路，跟我来。找到了，小心，这一层是风属性煞阵，破了1个月的阵，终于来到第9层了。主人，眼前这道结界就是第9层间唯一的考核，只要找到它的破绽并穿过去，我们就通关了。7阶阵法，而且阵纹构造极其完美，短时间内竟然找不出半点破绽，看来只能使用杀手锏了。终于找到了。又是一枚印记。终于通过了。韩凡，祝贺你集齐了3枚印记。韩凡见过公主，多谢公主。既然标准已达，现在您可以告诉我，
你们到底想让我去执行什么任务了吧？当然可以。居然如此谨慎，这里可是问道图的内部空间，他还要再盖一层结界。看来这任务绝对是惊天大秘。接下来我和你说的事情，你可能会觉得极其荒谬，但请你一定要安静地听我说完。您说。我们人族现在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危机，在人族最核心的组织里出了一个卧底，他掌握了人族极其核心的秘密。目前这个卧底和我们人族的许多顶尖强者被一同困在了一处禁地之中，他暂时还无法将核心机密传递出去。我们现在必须赶在禁地开启前弄清楚这个卧底究竟是谁，所以想请你帮忙。卧底，我现在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筑基境修士，人族那么多实力通天的圣人都搞不定的事，我怎么可能行？此事不是修为高就能解决的，恰恰相反，想要完成这个任务，执行者的修为绝不能超过筑基境，必须是筑基境界。你们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将你送回到10000年前。回到10000年前？当年在天罗秘境被时空战士刺杀过，我知道时空穿梭是存在的，但没想到他们的计划竟然疯狂到这种地步。公主，既然如此，如果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我能得到什么好处？距离任务正式执行还有3年准备时间，这3年内，天元学宫的所有海量资源，你都可以无视积分，随意使用。唯一的条件是，这些资源只能用在你个人身上，不能带走。如何？怎么说，我也是人族一分子。此事既然事关人族的生死存亡，我韩凡岂能视之不理？这任务我接了。很好，我会派专人时刻保护你，有任何修炼上的需求，直接吩咐他去办。明白。我先走了。韩凡道友，你好，我叫白灵，是天元学宫的长老。韩凡见过白灵长老。接下来的3年时间，我们都会待在学宫深处。你有任何需求，尽管和我说，我会倾尽全学宫的底蕴来帮助你。这3年的无限特权，可是拿命换来的。一旦去执行任务，特权可就清零了。必须分秒必争，把学宫的羊毛薅秃。白灵长老，既然如此，我现在就想要炼体和炼魂。不知天元学宫里有没有什么顶级的宝贝，能让我的肉身强度和灵魂力量在短时间内发生质的飞跃？肯定有。你想炼体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学宫最顶级的催体灵池。至于增强灵魂的宝贝，我也会帮你找来。你还有什么需要吗？有，我想修炼地术，还麻烦白灵长老将那些我有权限修炼的地术全部找来。这个恐怕我无法帮助你。怎么了？学宫的地术修炼门槛极高，能在你如今的筑基境界修炼的只有1种，而且那种秘术我也无法直接拿给你，只能带你去一个地方。至于能否成功，全看你自己的造化。地术竟然还有门槛，我之前得到的上枪之手明明就可以练，本来还想把学宫的地术全记下来，以后慢慢练，看来是想多了。不过还好，至少还有1种。那就麻烦白灵长老带我去看看那种我可以修炼的地术吧。行，那你跟我走吧。我们所在的古城名为寂灭之城，眼前这尊便是寂灭大帝的雕像。寂灭大帝？这尊雕像之内承载着寂灭大帝留下的一门地术，名为寂灭灵针。此术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灵魂攻击秘法，若能修成，即便你只有筑基修为，也足以击杀普通的元神境修士。能成功得到寂灭灵针传承的学员不超过100人。不超过100人？飞到雕像面前，盯着他唯一的那只眼睛。如果1炷香的时间内没有任何反应，就证明你与此地术无缘。看来我与这地术无缘了。你也不必沮丧，世间强大的秘术千万，但并非都适合自己。既然我与这秘术无缘，那麻烦白灵长老带我去炼体圣池吧。执行任务前，我还不能突破金丹境界，只能趁现在尽可能强化肉身和灵魂了。学宫的资源绝不能浪费。走吧，我带你去天元学宫最高级的淬体圣地。最高级的淬体圣地？不错，竟然能抵挡住滴血洞散发出的魔力。白灵长老，这就是你说的最强淬体圣地？是的，
这里非常特殊，里面收集了各种强大的人族、妖族精血。这些精血在洞中不仅永远保持新鲜，还会吸收深处的神秘力量，变得极为霸道，是增强体魄、壮大灵魂的最佳场所。不过在学宫，通常只有元婴境界以上的修士才能进入。既然只有元婴境界能进，那你为何带我来这里？因为你的意志力极其强大，即便是许多洞虚境界的修士都比不上你，所以你进去不会被洞中的各种怨念侵蚀。原来如此。巨龟残存的记忆，好可怕的影响力！龟前辈，此乃我们天元学宫的天才弟子，需要进入血潭底下修炼，劳烦您照拂一二。一个筑基境界的菜鸟，龟前辈莫要笑话他，他虽只是筑基境界，但天赋极高，意志力惊人，完全有能力抵抗血潭之中那霸道的灵力。罢了，让他下来吧。多谢龟前辈。韩凡，你下去吧。就这么直接跳下去？龟前辈很善良的。他会不会张大嘴巴在下面等着，一口把我吞了？不吃人。再说了，就你这一丁点儿大，都不够人家塞牙缝的，他懒得吃你。好像也对。小伙子，坐稳了。好霸道的灵力，简直像万针穿心。不过现在的我还承受得住。小伙子，你就坐在我的背上修炼吧。多谢前辈。若是觉得不够，想去更深的地方修炼，随时和我说。咦，好快的吸收速度！一个筑基境的小子，竟然能引发如此异象，这速度恐怕连一些元婴修士都比不上。龟前辈，此处的灵力还不够。麻烦您带我前往更深的地方。好。龟前辈，可以了，暂时就保持这个深度。好。好纯纯的灵魂，这味道一定很美味吧？该死的，给我去死！太美味了！不行，我的灵魂本源没有攻击手段，就算有符仙剑补充，也扛不住他们这么啃食。难道要现在就上去？该死的，怎么会这样？我的身体在燃烧，我的身体也烧起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符仙剑的印记。哈哈哈，爽！让你们嘚瑟。原来你们吞噬我的力量，也会被剑上的印记净化。龟前辈，我在这里修炼多长时间了？3年零76天，居然这么久了。在血潭底下加上符仙剑的加持，根本感觉不到疲倦，连时间概念都没了。韩凡，是时候离开了，跟我走吧。小伙子，你等等。龟前辈，还有什么事吗？这一别，不知何时能再相逢。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这是我体内的一颗内丹，蕴含极精纯的灵力，它可延年益寿。有着内丹下注，寿元至少能增加100年。您的内丹能增加100年寿元？我们不过萍水相逢，小渊几乎毫无交流，他竟送我如此重宝，这礼物太贵重了，您还是收回去吧。您的好意，晚辈心领了。哈哈哈，不用如此客气。我说了，我与你有缘。韩凡，既然龟前辈看得起你，那你就赶紧收下吧。好吧。多谢龟前辈。不用客气，走吧。走吧。
白灵长老，龟前辈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何会被人用铁链锁在那血池里？这是他自己要求我们人族强者把他锁在里面的。自己要求的？龟前辈的脑子有些隐患，会不定时发疯。他害怕自己失控后乱跑，大开杀戒，所以主动要求被锁在滴血洞。作为回报，他也顺便帮我们人族镇压滴血洞深处的那些邪魂。滴血洞深处还有邪魂？是的，深处不但有实力极其强大的邪魂，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罢了，不说这些，我们得赶紧走。韩凡已经带到。韩凡见过公主。韩凡，这3位是我们天元学宫的长老。韩凡见过3位长老。韩凡，接下来你就要去执行任务了。在此之前，我们还有一些准备工作，希望你能全力配合。我明白。逆行时空是违背时空法则的举动，无论修为多高，都会遭到法则反噬。这颗丹药名为蔽天丹，能帮你抵挡部分反噬之力。你先吃了它，记住，直接吞服。好。蔽天丹外层附有特殊封印，不能直接用手触碰。你张开嘴，我用灵力送入你口中。韩凡，此乃我们用天灵丘的逆鳞精心炼制而成的逆鳞天衣，穿上它不仅可以完美收敛你的气息，还能进一步帮你抵挡来自时空法则的恐怖反噬。逆鳞天衣需要经过法阵牵引才能认主。接下来你先换上静心法衣，我和白灵会帮你完成穿戴仪式。你们帮我穿？公主和白灵长老都是女的，男女授受不亲，这也太不合适了。以你现在的实力，自己根本无法将逆鳞天衣穿上，所以必须由我来主持法阵，而且白灵也会帮忙。别紧张，只是法衣认主仪式而已。等逆鳞天衣穿好之后，它会自动融入你的体表，外人根本看不出痕迹。白灵，别乱说，我们这都是为了人族。虽说有灵物挡着，心里还是有些不自在。不过公主如此郑重，此事关系重大，绝不能在这种时候耽误时间。韩凡，进去吧。这浴盆里面的水可以洗干净你身上的大道气息，在短时间中磨蔽天机，即便是天地法则也难以觉察到你的存在。如此一来，就能缩短你承受时空法则反噬的时间。把脑袋也沉下去。好。一股微凉的气流钻进来了，我体内残留的大道气息正在被一点点冲刷干净。可以了，起来吧。公主，接下来呢？接下来，我和姐姐就要帮你完成逆鳞天衣的认主仪式了。好。竟然耗费了3天3夜，这天衣连一点缝隙都没有，太硬了，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具木偶。好了。韩凡，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到什么不适？没有，现在感觉非常舒服。那就好。韩凡，这珠子很重要，等你顺利抵达预定的时空之后，就捏碎红色的珠子。接下来你就知道你要做什么了。这时空飞速会带你抵达13721年前，你最多只能在那个时空停留3个月。切记，无论任务成功与否，你都要捏碎珠子。否则你就会在时空法则的反噬之下魂飞魄散。你就躺在这个盒子里面吧，等你睡一觉，醒来之后，你就会出现在1万多年前的时空。可以了，我们开始吧。终于出发了，希望他能成功吧。我这是已经抵达1万多年前的时空了吗？这就是时空法则的反噬力量，灵魂像要被撕裂一样。无仙剑出，有用。只要有你在，管它是1万万年还是10万年前，还能感应到
这是自我保护功能。在不老山圣地找到瑶池圣女李清瑶，凝聚金丹时，把辅助修炼的丹药给她服下。这任务听起来也太简单了吧？李清瑶，这不老山大的没边，上哪儿去找她？既然找不到，就找人问。挡不住了！这二阶妖兽的实力堪比金丹后期。这一击秒杀，好恐怖的实力！你们有没有碰到瑶池圣地的弟子？没有碰到。瑶池圣地的弟子实力强横，他们可能已经抵达不老山更高的地方了。更高的地方？对，不老山越高的地方资源越多，凝丹品质也越好。以他们的实力，估计至少在半山腰以上了。多谢了。姑娘，你伤势如何？多谢道友出手相救，举手之劳。姑娘是瑶池圣地的弟子吧？是的。我想找你们圣地的圣女李清瑶，不知道姑娘可知她现在何处？你要找我们圣女？姑娘别误会，我找你们圣女，是有极为重要的事情需要她帮忙，我并无恶意。你到底有什么事找她？此事关乎重大，我必须亲口对你们圣女说。如果你知道她的下落，请务必告诉我。我们圣女已经被混沌圣地的人抓走了。什么？他现在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混沌圣地的人为何要抓你们圣女？我也不知道原因。他们不仅抓了圣女，还屠杀了我们许多同门。这般明目张胆在不老山劫杀同为荒古势力的瑶池弟子，未免也太嚣张了，完全不把瑶池圣地放在眼里。不过，我的事只有李清瑶能帮忙，绝不能让她出事。姑娘，你可知混沌圣地的人去哪儿了？我去把你们圣女救出来。你要去救我们的圣女？是的。你是认真的吗？那可是混沌圣地。你看我这样子，像是在开玩笑吗？既然如此，你去红石城碰碰运气吧。红石城就在不老山的半山腰，是一座历史遗留的古城。我们这些弟子的目标本来都是前往红石城休整，等待灵气潮汐爆发后再伺机冲顶。混沌圣地的人大概率也在那里。好，那我们就去红石城看看。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你要带我一起？多带你一个人对我没什么影响。那就劳烦道友了。把手给我。道友，这样鱼空太危险了，很容易被高阶飞行妖兽盯上的。放心吧，不会有事的。是星宇雷电鹰，每一只都堪比金丹期，我们快降落。淡定一点。怎么可能？这些星宇雷电鹰的羽毛坚硬无比，它竟然能轻易斩破，它到底是什么境界？打听清楚了，混沌圣地的圣子岳苍瑶就在城内，抓捕你们圣女，屠杀你们弟子这么大的事，绝不可能与他无关。只要抓住他，就能救出李清瑶。姑娘，你自己去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吧，我去找岳苍瑶要人。可是，混沌圣地实力无比强大，且不说岳苍瑶本人实力深不可测，光是他身边的那些跟班都不容小看。你一个人真的要与整个混沌圣地为敌吗？这些事就不劳姑娘操心了，我走了。杀了他！哪来的愣头青，敢招惹我们混沌圣地的人？混沌圣地的人，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操！敢抓老子！你他妈是不是活腻了？我去，敢打真哥！找死！兄弟们上！小子，你死定了！竟敢打我们混沌圣地的人，不就是混沌圣地吗？在我眼里算个什么东西？说吧，岳苍阳在什么地方？你想找我们的圣子？不错，快说，岳苍阳在何处？别猜了，别猜了！我说，圣子他在城西的伏荒界。还算你识趣。站住！此地被我混沌圣地征用，未经允许，不得进入。滚！时空法则的反噬，在这里动手，果然影响更大。我要找岳苍阳，
让他给我滚出来受死！就凭你也想见我们圣子？好猖狂的家伙，弄死他！不自量力！灵心公主嘱咐过，不能杀人，不管多可恨，都要忍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快去禀告圣子！圣子，不好了，外面来了一个神秘人，把我们的人都打伤了。他还指名道姓，要您出去受死。什么人如此大胆？不知道，他的实力太强了，我们根本不是对手。都给我让开！是圣子出来了。你就是岳苍瑶。你是何人？为何闯我混沌圣地地盘，伤我门人？你这家伙可算是出现了，受死吧！对付这种大圣地的天之骄子，求饶放人是没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把他打服，在打败他之前，绝不能暴露意图，免得他们转移人质。好嚣张的家伙！好强大的力量！我乃混沌圣地圣子，同阶之中从未遇到过对手。就算是金丹修士，也有一战之力。此人与我同为筑基圆满，竟能一拳将我击退。圣子竟然被他一拳击退了！你这混沌圣地的圣子，也不过如此。可恶！我堂堂混沌圣子，向来只有我蔑视他人，今天竟然当众被一个无名之辈嘲讽。同等修为之下，此人绝对是我出道以来遇到过的最强对手。若不动用杀手锏，我恐怕不是他对手。别看了，大家赶紧进屋，先稳住阵法。石屋里的御空阵法绝不能出差错，这关乎我们能否冲上不老山山巅。这次来不老山，除了凝聚金丹，更重要的任务是采摘7色不老花，交给长老炼丹。这关系到整个圣地高层的实力提升，绝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被这小子坏了大事。道友，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对我出手？若是你再胡缠满找下去，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想知道原因，拿出你所有的实力，把我打败再说吧。既然如此，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混龙出海！我去，那是混沌圣地的圣子岳苍瑶。那个神秘青年到底是谁？竟然可以与岳苍瑶打得旗鼓相当。要知道，当年5大顶级圣地的追人联手，也只能和岳苍瑶打个平手啊！混蛋，快跑！他们朝我们这里打过来了。这岳苍瑶的实力竟然如此强悍，若不是我从未来时空穿越而来，受到此时空法则的反噬与压制，无法爆发出全部实力，早就解决他了。龙游四海，开天辟地。这好强！岳苍瑶竟然受伤了，他身上可是穿着护体宝甲呀！即便如此，还是受了重伤。那个人的实力到底有多恐怖？苦海中青莲，苦海中青莲是混沌圣子的异象。天啊，那是8叶混沌青莲，传说中的最强异象之一。怎么，事到如今，你还想保留实力？赶紧把你的异象用出来吧，否则你毫无胜算。不好意思，我没有异象。不过就算我有，就凭你这实力，还没资格让我使用。这是天道印记，天命筑基！没想到混沌圣子竟然真的是天命筑基，以前只听过传闻，从未见过他使用天道印记的力量。很好，真的很好。你是第一个在同阶修为下逼我使用天道印记力量的人，现在你可以去死了！天龙之怒，好强的威压！
已经比很多元婴修士都要强了。这真的是筑基弟子能散发出的气势吗？自从修成地术上冲之时，一直没找到机会使用。岳苍瑶，你确实是个合格的试金石。受死吧！就让我看看你这天命之子到底有多强。我的天，混沌圣子竟然败了！好大的一双手，好恐怖的威压！把瑶池圣女给我交出来！什么瑶池圣女？还在这里装糊涂！瑶池圣女李清瑶，你们混沌圣地的弟子把她抓走了。别告诉我你不知道这事！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混沌圣地和瑶池圣地有点矛盾不假，但我没有必要去抓李清瑶。我抓她做什么？可是有人亲眼看见你们混沌圣地的弟子抓走了李清瑶，而且还杀死了很多瑶池圣地的弟子。我以生命起誓，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他的眼神不似作伪，看来没撒谎。道友，你来找我是为了李清瑶？是的，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他。你是听谁说我抓了他的？我听一位瑶池圣地的弟子说的。当时他身受重伤，我碰巧救下了他。他亲口对我说，是你们混沌圣地的弟子将李清瑶抓走了，还杀了不少瑶池圣地的人。道友，看来你是被人耍了。实不相瞒，我对李清瑶有爱慕之情，是她的忠实追求者。我怎么敢绑架她？又怎敢去杀瑶池圣地的弟子？那混沌圣地的其他弟子呢？应该不可能。青瑶姑娘乃是瑶池圣地的圣女，她的战斗力虽然不如我，但若她想逃命，就算10个我也未必能抓得住她。我们混沌圣地其他的弟子根本没有这个实力。10个你都抓不住她，那素衣女子，我多半是被骗了。可恶！我好心救她，她竟然敢算计我！是她，那个我刚刚救下的女子。青瑶，你喊她青瑶，难道她就是李清瑶，瑶池圣地的圣女？是的，青瑶，你来的正好，这位兄台正到处找你。我知道，想不到堂堂混沌圣子也有今天这副模样。姑娘，你为何要骗我？是他骗你的？是的，当时我救下的人就是他，亲口对我说你们混沌圣地抓了李清瑶，灭了瑶池弟子的也是他。青瑶姑娘，你为何要编造这种谎言？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谁让你经常骚扰我？我经常骚扰你？你敢说你没有？在遇到这家伙之前，我遭到几个神秘人追杀，虽然我把他们都杀了，但也身受重伤。恰巧碰到他，他出手帮了我，然后就问我知不知道瑶池圣女在哪儿。你说我对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能交底吗？所以你就顺水推舟跟他说是我把你抓走了，想借他的手来教训我。是的，只是连我也没想到，在我们人族竟然还有人能在筑基境界把你给打趴下。既然误会假开了，道友，你究竟如何称呼？找我到底有何贵干？我的身份不能向你透露，你只需知道我不是坏人即可。我的确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帮忙，但这件事情我不能对你说，更不能对其他人说。你什么都不肯说，我怎么知道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你真的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让我跟在你身边，直到你凝聚出金丹为止。让你跟着我，一直等到我凝聚完金丹为止。我说兄弟，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做事如此磨叽？就是，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是不能直接和青瑶姑娘说个明白的？真的不能说，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这次任务事关重大，绝不容有丝毫大意。但面对李清瑶又不能用强，万一把她惹急了，干脆不凝聚金丹，那就全完。道友，若是你执意不说的话，那我可帮不了你了。谁知道你那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青瑶姑娘，不好意思，不是我不肯说，而是我真的不能说。是灵力潮汐爆发了，好高！怎么可能会爆发的这么快？按照以往的经验，这灵气潮汐可是要等到月圆之日才会爆发的呀。是灵气潮汐爆发了！圣子，现在灵气潮汐爆发了，我们该怎么办？青瑶姑娘，你慢慢和这位兄台聊吧，我有任务在身，先撤了。激活阵法。是。既然你不说的话，那我也帮不了你了。你不用跟着我来了。如果你不肯把事情告诉我，我是绝对不会帮助你的。
圣女，你可算回来了！灵气潮汐提前爆发了，可我们的阵法都还没有布置好。你是谁呀？什么人如此大胆，竟然敢擅闯我们瑶池圣地的地盘？大家不要惊慌，此人并无恶意，而且他的实力很强，就算我们全部加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师姐，你这也太夸张了吧！我们全部人加起来还打不过他？就是，除非是混沌圣地那个可恶的岳苍瑶，否则其他人来一个我们收拾一个，来两个我们收拾一双。他刚刚和岳苍瑶交过手，岳苍瑶打不过他。岳苍瑶打不过他？茵茵师姐，阵法方面到底怎么回事？为何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布置成功？我们有2位师妹在镌刻阵纹的时候出现了差错，导致很多阵纹损毁了，而且她们遭到了阵法反噬，受了重伤，根本无法继续镌刻。我去看看。师姐既然由着他跟进来，说明拿他毫无办法。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头？这镌刻手法实在太粗糙了。不过在阵法受损、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如此稳定的秩序，倒是难得。损坏太严重了，以现在的进度，至少还要20天才能将阵法彻底修复。但不老山的灵气潮汐短则5天，长则1个月。若是20天后潮汐停止了，大家就全完了，圣地的未来也会受到重创。该死的，这灵气潮汐怎么会忽然提前这么多时间爆发？青瑶姑娘，要不要我帮忙？你？战斗力强的人，并不代表在阵法上的造诣就高，阵法岂是儿戏？我在阵法上也略懂，现在你们人手不足，多我一个人，或许就能快一点。你会篆刻阵纹？会一点。行，不过在你加入之前，我得看看你的水平，这样才能决定将你分派到什么位置。可以。你跟我来。你看一下，这种程度的工作，你能胜任吗？应该没有问题。双儿，你先停下来，把画笔给这位公子。男的，公子给。我并不需要这画笔。你要做什么？阵纹极其脆弱，用专用画笔尚且需要屏息凝神，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他竟然直接用剑，这一整面墙的阵纹，若是让我们10个人同时镌刻，最快也要10天。他竟然几息之间就完成了！天啊，怎么会有如此厉害的铭文术？太厉害了！这是用剑镌刻上去的阵纹，好整齐，好优美，灵力流转竟然如此顺畅。这就是你口中的会一点点？是啊，我只是学了一点皮毛而已，让你们见笑了。虽然谦虚是好事，但是过分谦虚就有点装了。没想到你镌刻阵纹的本领竟然这么高。既然如此，那就麻烦你帮我们一起把这个阵法布置好吧。没问题。此阵名为鱼跃龙门，乃5阶阵法。激活后，阵纹将化作巨大鲤鱼，载着核心弟子逆天而上，直冲不老山之巅。这对于独自布下6阶大阵的韩凡来说，犹如探囊取物。搞定。谢谢了。举手之劳，客气了。立刻让大家集合起来，准备入阵。好，圣女，大家都已经集中起来了，可以激活阵法了。好的。起阵。好大呀！大家准备入阵。且慢。为什么？30丈的长度已经是这阵法的极限了，这鲤鱼不可能再变大了。那是你们之前布置的阵法，我在布置的过程中对一些细节做了修改，这鲤鱼还能变得更大。大家现在听我指挥，立刻用剑气或法术攻击鲤鱼的眼睛。大家听我指令，对准鲤鱼的眼睛攻击。大家停下来吧，现在应该是这阵法的极限了。150丈，好。现在的阵法规模远超预期，足以容纳我们所有人。大家排好队，全员入阵。太好了！出发！
的鲤鱼！我操，这鲤鱼太肥了吧！这应该是瑶池圣地的鱼跃龙门阵法吧？可他们这阵法以前绝对没这么变态。我去，这鲤鱼也太大了吧！终于来到一重天了。一重天？你不知道？说出来也不怕你们笑话。我对不老山并不是很了解，我只是临时接到任务，就匆匆忙忙赶过来了。这不老山据说一共有12层云海，我们把每一层云海所在的位置称之为一重天。原来如此。每一重天的不老山山体上都孕育着特殊的宝贝，越靠近山巅，宝贝越珍贵。有人猜测，不老山其实是一座特殊的火山，只不过普通火山喷发的是岩浆，而它发出来的是精纯的灵力。圣女，我们已经到极限了，不能陪你们继续往上了。好，推到鱼尾位置。那是什么？是混沌圣地的龙龟阵。圣子，快看，那是瑶池圣地的鱼跃龙门阵。怎么可能？他们以前最多只能把弟子带到5重天，根本不可能进入6重天。进6重天的阵法寥寥无几啊！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哼，我们的目标是7重天的7色不老花。虽然到了这里，龙龟阵的速度降了很多，但绝不能让他们抢了风头。我去，好快的速度！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都别看了，集中精神，全速前进！是。圣女，第7重天的威压太强大了，这里已经是我们的极限。我看我们的阵法好像还可以再坚持，您就和孟君子继续前进吧。好吧，祝你们灵丹顺利。多谢圣女，也祝圣女和孟君子灵丹顺利。青瑶姑娘，你想做什么？我对你并无恶意，也没有其他意思。我只是想提醒你，现在大阵里就剩我们2人了，你可以把大阵的体积缩小，这样阵法移动起来速度会更快。你和我说话，完全可以站在远处说，靠这么近做什么？行。这瑶池圣女长得倾国倾城，身上这股幽香更是致命。要不是在学宫被磨练过，今天怕是真的要失控了。原来学宫在第5层设置那种关卡是有深意的。对不起，刚才是我主动抱你的，而且我也知道你的手一直很规矩，没有趁机占便宜。没想到她竟然会主动向我道歉，看来这瑶池圣女并不是那种无理取闹的大小姐。没事，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阵法为何会忽然翻滚起来？刚才我们应该是遭遇灵气风暴了，空中的灵气密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好比河水，有些地方表面看起来平静，水面之下却是暗流涌动。我们的阵法看来无法再坚持了，这里已经是第8重天，我准备出去了，必须抓紧时间凝聚金丹。虽然阵法出现裂痕了，但应该还能坚持一段时间。你专心控制好阵法，我来加固。我们看看能不能直接冲击第9重天。冲击第9重天？他竟然有如此疯狂的想法。不过以他深不可测的实力，就算没有阵法保护，单靠自己硬扛，恐怕也能冲上8重天甚至9重天吧。敢不敢和我拼一把？有何不敢？那就干！青瑶姑娘，你没事吧？一定要坚持住呀！糟了，如果在这里出了什么意外，我的任务可就没法完成了。青瑶姑娘，青瑶姑娘！双脚一接触到这座山，那股恐怖的神秘威压立刻减弱了许多。看来这里就是安全地带了。咦，没想到贴近地面之后，那恐怖的威压竟然变小了这么多。怎么回事？它竟然易容了！这易容术太强了，连我的轮回眼都无法看穿。不过这妞也太美了吧！难怪混沌圣子岳苍阳会死缠烂打的追求她，换谁不行？梦，是我，你刚才昏迷过去了，而且你脸上有很多蓝色的光点脱落。我脸上有蓝色光点脱落？多谢公子相救。不必客气，
我们现在已经落在不老山上了，有点奇怪，为何站在山体上那神秘的威压会减弱这么多？这是自然的，距离山体越远，那神秘的威压就会越强。以现在的威压程度，我可以沿着山体再爬一段距离。如果运气好的话，在此过程中我们能找到一些神秘的灵药，服下后就能化解这种无形的威压。这无形的威压还能化解？是的，有一种叫须弥草的灵药，吃下去之后就能化解威压，但是这须弥草极难寻找。那我们赶紧去找吧。如果能找到大量这种草药，我们或许能进入第10重天，甚至是12重天都有可能。须弥草，这就是须弥草吗？是的，这是须弥草，而且竟然是7叶须弥草。须弥草1万年才能生长出一片叶子，这一株竟然有7片，意味着它的药龄达到了整整7万年。既然如此，那就把它摘下来吃了吧。好的。怎么回事？这蓝色结界应该是须弥草自身形成的一种保护结界。想要采摘到这须弥草，必须将这结界破开。这还不容易，让我来破了它。你闪开！不要鲁莽，不能使用蛮力，只能找出这蓝色结界的破绽才行。如果我们强行轰碎这结界，须弥草也会跟着毁灭。真的有这么神奇？世间之大，无奇不有，这须弥草就是如此。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找破绽吧。这结界实在太完美了，浑然天成，我根本找不到它的破绽。你休息吧，让我来。作用在身上的神秘威压竟然瞬间消散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身体并没有任何不适，看来是符仙剑吸收了这结界的灵力，灌输给我之后才产生这种变化。结界打开了，我来维持结界，你赶紧进去采药吧。好的。怎么回事？这药的灵力正在消散，如果可以直接服用的话，赶紧吃掉吧。这须弥草的药性很温和，直接服用没有问题的。你不要吗？这是我们一起发现的，理应2人平分才对。这须弥草的主要功效就是消除这神秘的威压，现在这威压对我而言影响并不大，我还能扛，所以我并不需要这须弥草。这里已是不老山9重天，在这种环境下，我每一次呼吸都要竭尽全力，他却好像一点事都没有。他到底多强？别愣了，赶紧吃吧。好吧，谢谢你。好舒服。怎么回事？你没有吃须弥草，为何你的身上也出现了这样的符文？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刚才我用剑插在结界上吸收了结界灵力的原因吧。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到不适？没有。没有的话，那我们继续上山吧，看看能不能抵达10重天。这不老山一共有12重天，从未有人登顶过。我要试一下能不能冲上山顶。终于来到10重天了，那神秘的威压又出现了。看来须弥草也并不是万能的，只可惜我们只找到了1株。遇到它之前，我根本不敢想自己能来到10重天，我已经很满足了。千瑶姑娘，我们继续上去吧，说不定你再坚持一下，我们就能进入第11重天了。不行了，越是靠近山顶，神秘威压就越厉害，我是不可能进入第11重天了。不试一下，你又怎么知道不行呢？在此之前，你认为自己能抵达10重天吗？有我在这里，你不用怕，我带你去。喂，你要做什么？赶紧把我放下来！放我下来！我快不行了，你把我放下来吧，我就在此处凝聚金丹好了。第11层就在前方了。青瑶姑娘，我们即将进入第11重天，等我们穿过云层的刹那，神秘威压肯定会陡然增强，我怕你到时候会瞬间昏迷。你身上还有什么宝贝？赶紧使用吧。这就是不老山的山巅，不是说不老山有12重天吗？怎么来到11重天就到顶了？该不会这不老山的山顶被那些实力强大的存在削断了？被削断？被拿走了？这个世界无奇不有，那些实力逆天的存在，摘星揽月都不在话下。别说削断不老山，就是把整座山移走都不成问题。看来真的是被人削平的。青瑶姑娘，你在这里等一下，我看看能不能进入这个漩涡之中。或许穿过这个漩涡，就是不老山的第12重天。这样太危险了吧？我会小心的，我只是试一下而已。那你千万小心点儿。你在这里等着，我去看看。珠子裂开了。梦，你没事吧？没事。青瑶姑娘，
你赶紧凝聚金丹吧，我为你护法。那你呢？我不着急，这威压虽然强大，但我还能顶得住。好吧。终于到了这一刻。金色丹药是给青瑶的，黑色和红色是我自己的。服下黑丹，我身上就会出现金丹修士特有的气息，从而被传送出不老山。离开这里后，前往灵星公主指定的地点服下红丹，就能回到1万多年以后了。青瑶姑娘，张开嘴巴。你给我吃了什么？你不用担心，这不是毒药，这是我的任务。你的任务？他之前确实说过有件重要的事情要我帮忙，却死活不肯说是究竟什么事。没想到他的任务竟然是给我喂丹药。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你为何要给我服用丹药？不要问，能说的我都已经和你说了，赶紧运功修炼，凝聚金丹。好温暖的气流，不仅涌入了丹田，连脑海中的精神都为之一振。那股神秘的威压瞬间减弱了。等等，这是凝丹秘法，比我们瑶池圣地的秘法还要高级得多。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喂给我的那颗丹药。赶紧集中精神，凝聚金丹，时间不多了。给我凝！成功了。任务完成了。我虽然现在不可以凝聚金丹，但是我可以吸收这里的灵力啊。不老山是凝聚金丹的圣地，这里的灵气潮汐成分极为特殊，用它凝聚的金丹品质极高。修行一途，一步强，步步强。我之前的筑基道台出现意外，布满裂痕，道途缺失，连天道印记都没了。回到1万多年后，还不知道能不能碰到不老山开启的窗口。如果不趁现在把凝聚金丹的灵气攒够，回去之后可就麻烦了。饱和了。那山峰应该就是不老山吧？虽然还能看到它，但不老山所在的空间显然和我现在所处的空间已经不一样了。姐姐，她成功了。公主，白灵长老，我这是回来了吗？是的，你已经回来了。你现在活动一下，看看有没有感觉到何处不适。浑身充满了力量，我没有任何不适。那就好。既然任务已经完成，那大家一起服用丹药吧。公主，这是什么丹药？此乃洗魂丹，吃下它，你脑海中所有与此次任务有关的记忆都会被抹除。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有顶级强者对你进行搜魂，导致机密泄露。这个横跨万年的计划，只有我们在场的5位加上你知道。我们5人同样会吃下洗魂丹，洗掉特定的记忆。这丹药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希望你能谅解。公主，你之前和我说过，等我完成了任务，你会送一株不死药给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会的，不死药我们已经送出去了，只是现在的你收不到，在不久的将来，你一定会收到。已经送出去了却收不到，这该不会是在给我画饼吧？不过就算追问也没意义，他若存心骗我，我也无可奈何。韩凡，你放心，我既然把话说出去了，就肯定会做到。我这是在哪儿？头好晕。我记得在天元学宫集齐了3枚印记，进入了滴血洞，遇到了一只巨龟。临走时，大龟送了我一颗能延年益寿的内丹。然后呢？之后发生了什么？丹田里的灵力竟然是满的，而且极其精纯。不仅如此，力量和灵魂都比之前强大了太多。这到底怎么回事？遗忘面具可以改变别人对我容貌的认知，如今竟出现了裂痕。这位大哥，打听个事，去天元学宫怎么走？天元学宫？小兄弟，你开什么玩笑？那地方都关闭整整100年了。100年？天元学宫关闭了100年，那我岂不是已经在里面待了100多年？奇怪，命轮上的寿元似乎并没有减少多少。老龟给的内丹我也还没用，算了，不管这些了。当务之急是先想办法赚点钱，然后回宗门。100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宗门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这里是中荒，
琉璃剑宗远在南荒，距离实在太远了。想回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乘坐传送阵，但是传送阵的费用高得离谱，竟然身无分文了，只能看看灵鹤空间里还有没有存货。空间竟然变大了，这么多，不知道小纸鹤现在怎么样了？啊，花野，韩凡，你可算出来了！你这是怎么了？哭得这么伤心。本以为离开天罗秘境就能逍遥快活，谁知道你进了学宫后，这只破纸鹤竟然把我关了起来，一关就是100多年啊！把我关在一个灰蒙蒙的破地方，连个鬼影都没有，老子精神都快崩溃了！小鹤，他为何要囚禁你啊？我怎么知道？你问他呀！小鹤又不会说话，我问他，他也无法告诉我呀。他肯定是故意的，绝对是故意的！好了好了，别叫了。现在你不是出来了吗？走，带你去吃好吃的。吃好吃的？对，我现在就准备找个地方吃饭，你要不要一起？当然要一起！你都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哎，打住！再哭就不带你去了。吃，必须吃！我还要喝酒，喝酒！行行行，管够。爽，再来！花野，你把坛子也吞了？这算什么？老子可是有神通秘术的，没见识了吧？哎，这叫腹部乾坤。我的肚子里有一个特殊的空间，专门用来储物，装几坛酒算什么？接下来你准备去哪儿？当然是回宗门看看，都不知道琉璃剑宗变成什么样了，估计他们都以为我死了。想办法搞钱吧，从这里回南荒，路费绝对是一笔巨款。对了，小纸鹤那么厉害，不知道他能不能带着你穿梭空间，直接回到琉璃剑宗？对啊，小鹤，小鹤，你能带着我直接回琉璃剑宗吗？看来距离太远，不行啊，还是得想办法赚钱。怕什么？以你现在完成天道筑基的本事，赚够回去的路费还不是轻而易举？我现在拿得出手的赚钱本事，只有篆刻阵纹，但要说暴力还是炼丹，不知道陈小飞那个死胖子现在怎么样了？他可是个炼丹天才。卖报！卖报！丹魔现身，黑龙山脉各大圣地天才倾巢出动，前往黑龙山脉围剿丹魔。丹魔居然又出现了！快给我来一份！别介，我也要。丹魔，影响力竟然这么大！死胖子！我勒个操！没想到这胖子现在这么牛逼，竟然敢与整个丹塔为敌。100多年了，小飞在丹道上的造诣竟已恐怖如斯，修为也达到了洞虚境界，而我还是筑基。丹塔实力雄厚，足以媲美任何古老圣地，他怎么会走到丹塔的对立面？这家伙到底经历了什么？走，我们去找陈小飞。我们人生地不熟的，去哪儿找？你没听到刚才卖报的吆喝吗？丹魔出现在黑龙山脉，各大势力的弟子都在往那边赶。你知道黑龙山脉在哪里吗？大哥，我醒来后就一直待在天罗秘境，出来后又被囚禁了100多年，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你当我是全知全能的神仙呀？既然这样，那我们先找人打听清楚黑龙山脉的位置，然后再出发。我说韩凡，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我承认你是绝世天才，但你现在只是个筑基境界，陈小飞是洞虚境界，足足比你高了4个大级别。去围剿他的那些圣地天才，只强不弱。你一个筑基期的菜鸟，跑去那种神仙打架的地方凑热闹，一不小心连渣都不剩。花爷说的对，实力悬殊太大了，就算我现在找到他，也帮不上任何忙。过去了100多年，也不知道他心里还认不认我这个小师叔，还是先赚钱回琉璃剑宗打探消息。当年的同辈，如今都已经是洞虚境界的大能了。感叹什么？以你天道筑基的天赋，突破到洞虚境界还不是轻而易举？100多年对你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只要努力，很快就能赶超他们。我现在的修为已经达到筑基大圆满，随时可以凝聚金丹。你懂得那么多，有凝聚金丹的秘法吗？有，我离开天罗秘境之后，里面有不少远古时代强者留下的凝丹秘法，非常厉害。
那走，我们出城，找个安全的地方。我先突破到金丹境界再说。等修为突破到金丹境界，赚钱肯定会更快。这里是中荒，人生地不熟，只能靠自己。走吧。有了金丹修为，自保能力也会强很多。把凝丹秘法给我吧，我要准备开始了。有小纸鹤盯着，这八哥应该搞不出什么幺蛾子。你放松一下，我将凝丹秘法传授给你。不行了，我不行了。谢谢。你给我的这些凝丹秘法好像没用呀。果然和我预想的一样，你的筑基道台乃是天命道台，而且凝聚时足足降下了12道天法。你的丹田太大了，比那些天命筑基的天才还要大很多。我给你的这些几乎已经是上古天庭之中最厉害的凝丹秘法了，没有一样有用的。这不是凝丹秘法没用，而是你的丹田太大了，就好像你当初凝聚筑基道台一样，根本没有秘法可以让你直接凝聚。你后来不也是自己自创秘法了吗？自创秘法虽然辛苦，但眼下这种情况，除非我不想突破，否则只能将脑海中的凝丹秘法融合起来，创造出适合自己的路。成败就此一举了。有效果了！怎么停下来了？我决定不回原来的地方闭关修炼了，我就在这山脉之中修炼，一边砍树杀妖兽，一边凝聚金丹。你确定这样能行？应该可以的。在山洞里闭关，无法通过伏仙剑吸收外界灵力。我一边砍东西一边凝丹，压缩灵力产生的空缺，刚好可以从外界源源不绝的吸收补充。给我凝！这就是我的金丹吗？这样子也太丑了吧！怎么样，成功了没有？成功了。哎，哦，你凝聚出的是极品金丹？我也不知道呀，你自己看吧。这好大的金丹！可是你这金丹的光芒也太弱了吧？金丹的品质是按光芒的凝聚强弱来分的，从1品到9品。按照你这金丹散发的光芒来看，只能算是1品。可是你这金丹出来的直径也太离谱了，大多数人凝聚出来的金丹直径都只有1寸左右啊！即便是那些9品金丹，直径也不会超过2寸。可是你这颗足足有9寸，而且表面坑坑洼洼，像跟晒干的萝卜似的，皱巴巴的，太难看了。和别人那圆润的金丹比起来，简直差了108000里。这是不是我融合的凝丹秘法出什么问题了？应该没有，你的凝丹秘法可以说是这世上最强的了。据我所知，直径能达到9寸，即便是那些刚凝聚筑基的妖孽，金丹经过9次蜕变，也未必有这么大。别管好不好看了，你赶紧运转功法，看看这金丹能不能用，威力到底如何？这种感觉无与伦比，这还只是没有激活琉璃战纹的状态，这就是金丹修士的真正实力吗？如果以后突破到元婴，甚至是元神境界，那得强到什么地步？不错，你刚才展现出来的破坏力，已经比很多普通的元婴修士还要强大了。而且我知道你并没有用付全部实力。走吧，我们回临水城，得想办法赚点钱。也不知道陈小飞现怎么样了。半年前他出现在黑龙山脉，那么多圣地天骄出动围剿他，不知道他逃脱了没有。走，说到赚钱，在你专心修炼的这半年里，我可没闲着，挖到了不少好东西，拿去卖掉，应该能大赚一笔。没想到你竟然还会采药，干得漂亮。那当然，我可是采药小能手，别磨蹭了，赶紧收起来拿去换钱。这帮人实在太黑了，价格压得这么低，至少值130万灵石，居然只给30万。既然他们这么黑，不如我们自己炼丹，倒卖丹药算了。自己炼丹？你会炼丹吗？不会，但是我能学呀。大哥，炼丹可是需要天赋的，你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炼丹赚钱呀。我还没试过，你怎么知道？我天赋不行，当初在天元学宫，我连阵法都没碰过，不也是一学就会？万一我是绝世炼丹天才呢？行吧行吧，
反正咱们现在也不差这点时间。要是你真有这天赋，当个尊贵的炼丹师也不错，省得整天在外面打打杀杀的。打打杀杀有什么不好？难道你不觉得打打杀杀很过瘾吗？走，我们去买炼丹炉、书籍和丹方。你有丹方吗？我又不是炼丹师，哪来的丹方？那只能去买了。我们先把这些灵药卖掉，亏就亏吧。先弄一笔30万灵石的启动资金。这炼丹术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样子，不就是烧火吗？为什么就有那么多人无法成为炼丹师呢？不就是放药进去，然后控制好火候吗？这就跟煮饭一样。年轻人，炼丹术可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你要是觉得你自己牛逼，亲自炼一炉试试就知道了。炼就炼。等等，好像没买烧火的燃料。哎，你有没有什么真火诀？就是那种能把真气转化成真火的功法。真火诀那可是只有火灵根的人才能修炼的高级货，你一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凡夫俗子，修炼个毛啊！少废话，你就说你有没有吧。有，你要是真想练，闭上眼睛，我传给你。怎么才一种功法？七美真火诀？我就只有这一种，想多给你我也没有啊！你当是大白菜呢？行吧，一种就一种。这就成功了！2位真火，这才几个呼吸啊！喂，你给的这功法到底靠不靠谱？你不是说很难修炼吗？怎么我一下子就练满了？你……算了，不管靠不靠谱，至少有火了，省得花钱买燃料。最后一味药，童阳灵液。真不知道发明这丹方的人怎么想的，居然连这种古怪的药眼都用得上。切，特殊药引算什么？在炼丹师眼里，只要能激发药性，再稀奇古怪的东西都能往炉子里扔。怎么回事？别看我又不是炼丹师，我哪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明明是严格按照丹方上的要求一步步来的，怎么会这样？韩凡，赶紧离那炉子远一点，万一爆炸了会炸死你的！这是异象，第一次炼丹居然搞出了异象！异象，失败了。我就说嘛，炼丹哪有这么简单的？现在失败了吧？怎么，看我炼丹失败，你好像很开心的样子。没有的事儿。哼。好香啊！丹药，好多丹药！哈哈哈，老子真的是天才，万中无一的炼丹奇才。你炼制的不是敛气丹吗？怎么这玩意儿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敛气丹？八哥，这可是我亲手炼出来的第一炉丹药，作为我的好兄弟，这第一颗就赏给你吃了。这丹药我绝对不敢吃。为什么不敢吃？这又不是毒药，只是普通的敛气丹而已。再说了，炼制过程连异象都搞出来了，这绝逼是极品丹药啊！你这玩意儿卖相是挺好，但为了咱们的生命安全着想，我觉得我们还是出去抓个活物来试吃最稳妥。真不够兄弟！喂，我怎么就不够兄弟了？我冒死采了那么多灵药全给了你，我只是不帮你试吃这来路不明的药丸子而已。走，我们出去找个倒霉蛋，不对，找个有缘人来试丹。嘿嘿，就它了，好壮实的试丹品。韩凡，这只熊不错，够壮实，赶紧给他喂一粒丹药试试。我去，这也太猛了吧！你老实交代，你炼制的真的是敛气丹吗？肯定是啊，丹方上明明写着3个大字，不信你看。看来动物试不出真效果，我们还是找个人来试一下吧。行，我也想摸清楚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邪门功效。救命啊！救命！有人！不用叫了，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你就算是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大哥，别跟他废话了，赶紧把人带走领赏吧！那笔天价悬赏我都快等不及了。大哥、二哥，你们怎么能这样？说好了只是帮我抓住他，人交给我带走。三弟，我们可是磕过头的异姓兄弟呀，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这笔悬赏既然落到咱们手里，自然不能只有你一个人独吞。就是，三弟，你大哥说的对。大哥，别拖延了，先带走防便过。好嘞。好强大的威压！是金丹奇前辈。
还真是撞了个正着。韩凡，你今天这运气简直绝了，随便逛逛都能遇到3个送上门的。前辈饶命，大人饶命，我们是一时糊涂，求求您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吧！大人，请饶了我们吧，我们真的是一时糊涂啊！你可以走了。多谢大人，多谢大人救命之恩。想活命可以，把这3颗丹药吃了吧。太夸张了，2个时辰了，药效竟然这么持久。韩凡，你简直太厉害了！第一次炼丹，用最普通的破烂药材，竟然能炼出这么牛逼的丹药，一次还出了一大锅，你绝对是天才中的天才。你不说话，没人会把你当哑巴。你这是什么表情？我可没嘲讽你，我是真心佩服你。你在炼丹上绝对有天赋啊！我们赶紧回去再试试，看还能不能炼出同样的。要是能成，我们就发财了。你想啊，这种强效丹药在市面上一粒至少能卖100块灵石，中荒那些大势力的公子哥根本不差钱。你这一整炉药材成本不到100块灵石，一次出炉好几百颗，几百倍的暴利啊！连高阶炼丹师都赚不到这么恐怖的差价。回去。你拿着这些出去找人试药，看看是不是还有那种效果。好嘞，这事儿包在我身上。韩凡，那丹药太有用了，效果简直逆天，我们成功了，这下子我们要发大财了。先别激动了，我的第4炉丹药失败了。失败了？怎么会失败？出什么毛病了？炼制第4炉的时候，同阳灵液不够了，药引不足，成不了丹。药引不足，就差同阳灵液，那我们去想办法弄一些回来不就行了？你能把同阳灵液弄回来？没问题，区同阳灵液我轻松搞定。你就在洞府里面安心琢磨炼丹术，我这就去帮你弄药引。同阳灵液都在这黑色葫芦里装着了，足几百斤，够你挥霍好长一段时间了。怎么回事？怎么失败了？难道是这黑色葫芦里的同阳灵液不行？居然成功了！难道这种丹药只能用你自身凝聚出来的同阳灵液？还是说我弄回来的药引不够纯净，而你的是现场刚弄出来的，比较新鲜，所以能成？都有可能。想弄清楚不难，我现在先凝聚出一份放在旁边。试一试就知道了。等会儿炼丹的时候再倒进去试试。看来根本不是药引新鲜不新鲜的问题了，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必须得是你韩凡本人的同阳灵液。可是我的同阳灵液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同一种东西吗？不一样，绝对不一样！普通人的药引怎么能跟你比？你现在可是金丹期修为，而且你仔细想想，你经历过什么？你的体质早就被不死药改造过了，后来又被符仙剑的灵力反复淬炼，你身上的本源气息早就不属于普通人的范畴了。不死药，对啊，我的体质早就和别人不一样了。看来这成丹的关键问题确实是出在我自己身上。既然弄清楚了，那就好办了，不就是同阳灵液吗？你多调息一会儿，提前多凝聚一些出来被我直接倒进去就行。你现在的药引那可是无价之宝。干活应该够了吧？足15万颗丹药，如果一颗卖100块灵石，全部卖出去的话，能赚1500万块灵石。没错，1000多万块灵石，足够让你舒舒服服的乘坐传送阵回琉璃剑宗了，绰绰有余。既然如此，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云水城卖药。等等，你不觉得在去卖药之前，得给这丹药取个响亮的名字吗？这可是你独创的，别人根本炼制不出来，必须得起个霸道点的名字。霸道一点的，要不就叫大力战神丹。太土了，这名字不行，重想。我想不出来，还是你来吧。市面上这种类型的药嘛，我考察过，有的叫千金不坠丸，有的叫霸王别姬，有的叫爱的呼唤，还有的叫挺美好。有了，要不就叫天龙之怒吧。天龙之怒？我们这丹药跟龙有一块灵石的关系吗？嘿嘿，管它有没有关系，你就说这名字霸不霸气就完了。感觉也就一般般，算了，就叫这个吧。走，先把东西顺利卖出去再说，换不到钱，再霸气的名字也是白搭。好嘞，卖药去喽！中荒，整个人族60%以上人口的聚集地，古老圣地与世家开辟的重重元界，让这里的繁华程度远超东南西北4荒的总和。而云水城不过是这片浩瀚土地上的一颗微小明珠。嘿嘿，夜幕降临，时间刚刚好。我们该去什么地方卖？是直接去找那些正规的药店，还是我们在街上自己摆摊散卖？让我拔剑砍人我门儿清，可这做生意卖东西，我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要是王章在就好了，当年在琉璃剑宗外门，他可是出了名的金牌货王。可惜100年过去，远水救不了近火，只能靠自己了。肯定是我们自己卖，那些大药铺都是吸血鬼，背后势力大多跟丹塔有关。像你这种没拜码头的散修炼药师，贸然拿出这种极品丹药，绝对是自找麻烦。有道理，
我这人最怕麻烦。那我们去哪里？哎呀，你真不愧是没做过生意的厨才，单纯想卖气血丹这种猛药，最好的去处当然是凤凰街。那里人流复杂，恩客们出手阔绰。我们先去找一批目标，免费送给他们试用，只要试过一次，口碑打开，后面零食还不是滚滚来？这种风月场所真是让人头疼。走，去凤凰街。天阳水，祖传秘方，1碗见效，保你气血充盈啊！三阳汤，新鲜滚烫，味道一流，1碗提神，2碗精神百倍。赶紧的上！一看这兄台那副双打茄子的表情，就知道他刚才在里面肯定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我看他确实挺失落，但你怎么断定他是因为那个经验？这就是8爷我的经验！别废话了，赶紧上去推销！不行，我不会推销，我怕我一开口就搞砸了。我说你这人，杀人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现在让你上去推销个丹药，你搁这害羞？如果是普通疗伤药也就算了，可这是特殊丹药，我毫无经验，怎么开口跟人搭讪推销这个？哎呀，真是服了你了！既然你不敢去，那就把身体放松。你想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让我来掌控你的身体。今天8爷我亲自给你上一课。你掌控我的身体？你不用这样看着我，这只是一种比较普通的秘术而已。我只是暂时管控你的身体来推销东西。好吧，你来吧。一股冰凉的气流钻进胸口，力量并不强，只要我愿意，随时能挣脱。不过，先看看他怎么做吧。学着点儿。兄弟，是不是还没有尽兴啊？你是何人？我是卖药的。我看兄台你这表情，就知道刚刚在里面肯定玩的不尽兴。我这里有好东西，你要不要试一下？不用了，我现在已经没钱了，而且今天我也已经累了。你要做什么？兄弟，不用生气，我没别的意思。你现在没钱也不要紧，我初来乍到，准备在这里打开市场。可是丹药刚炼制出来，还没什么人气。今天我主要的目的就是来这里，免费送丹药，给你们试用的，不收钱。不收钱？对，就是免费的。今天的丹药免费给你们试用。若是兄台使用之后觉得效果好，以后可以来找我拿货。兄弟，不是我不愿意帮你，而是我经常嗑药，一般的丹药对我已经不起作用了，你还是找其他人吧。兄弟别走呀！既然你说普通丹药没用，那你完全可以试一下。如果没用，我立刻走。难道你就愿意这么灰溜溜的回去，让刚才那些人继续看你笑话？把丹药拿来。好嘞，药力平和，没有毒性。来了，连丹纹都没有的不入品丹药，竟能让我气血瞬间充盈，仿佛回到了18岁。怎么样，有没有感觉？有点感觉了，不过到底效果如何，还得进去试试才知道。那兄弟赶紧进去试试吧，我就在这外面等你。好。好累啊，这秘法太久没用，已经生疏了。还来吗？休息一会儿，留点体力。等他们出来，我还得控制你的身体收网呢。咱们就在这儿等，不要急。只要这些家伙试过了药，给了好口碑，接下来就不愁销路了。出来了，赶紧放松身体，让我来控制，收网绝对不容疏忽。以后这事得你自己来。兄弟，你这丹药太厉害了，太牛逼了！刚才那些看不起我的人，现在全都傻眼了。那就好，我就说了，我这丹药药效很好。兄弟，这丹药你还有吗？再给我10颗。好的，给。这里面有10颗丹药。这丹药多少钱一粒？1000块零食。才1000块零食？看在你是我第一个顾客的份上，给你打95折，收你9500块好了。兄弟，你真是太良心了，打折就不用了，这票子你拿着。对了，如果我手里的药吃完了，怎么找你？到时候只要你来这凤凰街，就不怕买不到我们的丹药。那就好，我得赶紧回去，把这好消息告诉我的那些好兄弟，多谢了，让他们也来光顾光顾你们的生意。先走了。我去，八哥，你这也太疯狂了吧！咱们之前不是说好100块零食1颗吗？你怎么直接卖1000？这可是5000倍的利润啊！你也看到了，卖1000块，人家还震惊呢，嫌咱们卖的太低了。好像是这么回事。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涨价？不用了，1000块我们已经赚很多了。一粒不入品的丹药能卖1000块，这些人为了找回状态，真是豪气啊！男人嘛，对自己好一点没什么错。你现在还不懂这些人的执念，等你见得多了，就会明白他们为何这么大方了。兄弟，你这丹药太牛逼了，吃了之后我整个人生龙活虎，药效过了之后腰不酸背不痛，精神百倍呀！那是当然的，这可是我们经过精心改良之后的丹药，绝对物美价廉。兄弟，你还有没有这丹药？给我来30颗。有，当然有了。这是30颗，每瓶10颗，一共3万块零食。什么？才3万块零食？就是3万块，每一颗1000块零食。因为我们这种丹药刚刚上市，
还没有什么名气，暂时就定这个价格，以后肯定会升价的。既然如此，那我可不可以再多买一些？你还可以再买20颗。好，兄弟，回去记得帮我多多宣传。放心，这么好的东西，我回去肯定会和我那些兄弟分享的。为什么只卖给他50颗？我们现在有大把存货，多卖给他一些，我们也能早点回去啊。不用着急，我们的弹药肯定很快就卖完的。你设定这50枚的限购根本没用，如果对方想买更多，回去随便找个人代买不就行了？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了。你这真的是白费功夫，多此一举。这个规定作废吧，他们愿意买多少就卖多少，不管他们拿去加多少钱倒卖，我们只管赚够自己的钱。我想早点回宗门。好吧，好吧，听你的，反正我们也不打算在这长期发展。嘿嘿，1000颗弹药，100万灵石就这么到手了。按照这个速度，用不了多久就能全卖光。收工吧，找间客栈住下，明天晚上再来，肯定有一大帮人在这儿排队等着我们。好，弟子张弛有事求见师尊。进来吧，这么晚了，你来找我有何事？弟子刚刚从外面得到了一种丹药，我亲自试了一下，效果极佳，所以特意购买了几颗献给师尊您。真的有那么厉害？是的，绝对非同凡响。你有心了，丹药放在桌子上吧。好的。这药效真的猛。师尊，您传唤我，这丹药是不是很猛？是的，不但药效猛烈，而且药效退去后，身体没有酸背痛或头晕脑胀的不适，状态前所未有的好。对了，这丹药多少钱一粒？10万块灵石，只要1000块。什么？1000块？这么好的丹药，一粒只卖1000块灵石？是的，给我去买1000颗，不，买2000颗。2000颗？对，就是2000颗。趁别人还没发现这等好事，赶紧去给我全部买回来。跑哪儿去了？看来只能等明天晚上了。来了，大师来了！兄弟，你可算来了！我要2100颗，2000颗是帮人代买的，还有100颗是我昨晚四处借钱凑的，就怕你跑路啊！别急，兄弟，给我来3000颗，我要1000颗。大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都排好队，一个个来。放心，我货多。这么快就卖完了，手里只剩100颗了。八哥，明天咱们不用出摊了，今晚就能打道回府。是啊，这丹药需求量简直恐怖。可惜你急着赶回去，不然咱们还能在这儿多捞几天。接下来这段时间，这凤凰街怕是要彻夜不眠，热闹非凡了。何出此言？你这家伙平时挺机灵，这会儿怎么不开窍了？你卖了这么多天龙之怒出去，那些人试了药效，肯定到处炫耀宣传，到时候慕名来凤凰街买药的人只会成倍激增。这种能大幅提升气血的极品丹药，在任何地方都属于暴利行业，绝对是被当地地头蛇垄断的。我这等于是跑来云水城虎口夺食，动静搞这么大，同行要是查过来，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立刻去传送阵查，给我彻查，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野小子，敢在云水城抢我们曹家的生意？是，属下立刻封锁凤凰街，挖地参池也要把这小子抓回来。红河师叔，我回来了。红河师叔，我回来了。韩凡，竟然真的是韩凡！天元学宫关闭都100多年了，陈小飞和严子怡他们早就回来了，唯独他杳无音讯。当年听说他在炼心桥大放异彩，甚至闯过了第9层，可之后就彻底从各大积分榜上消失了。所有人都猜测他误入天元学宫的禁地，凶多吉少。我就知道这小子命大，一定还活着。100多年了，他终于回来了。韩凡，你在何处？红河师叔，我就在宗门的入口处。你稍等片刻，我这就出去接你。韩凡，红河师叔，100多年了，在这个世上我早已没有血亲，琉璃剑宗就是我的家，他们就是我的亲人。好小子，活着就好。走，我们回去。真的是韩凡，你可算回来了。100多年了，你这小子音讯全无，我们这帮老家伙都还以为你已经让诸位长辈担心了。回来就好，站着干什么？赶紧进去说话。韩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拖到今天才回来？是啊，这100多年，你在天元学宫里面究竟遭遇了什么？当年天元学宫生变，后来
我通过了炼心桥的第9层考验，接着又闯过了恶魔之海和天使林。你说什么？你同时通过了炼心桥第9层、恶魔之海第18座岛屿，还有天使林第9层空间。之前严子怡和陈小飞回来汇报过，直到学宫关闭，根本没人能闯进。这3个绝地，哪怕最外围的最高层，你竟然全都打通了。韩凡，既然你通过了这等考验，天元公主似乎会给绝顶天才安排任务，到底是什么重要任务？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任务，我只记得当我达成了他们所说的3个条件之后，被带到了一个叫滴血洞的地方。可离开滴血洞之后的事情，我就完全不记得了。等我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山洞，出来一问，才知外面已经过了100多年。韩凡，你这种情况应该是被人抹掉了一段记忆。你很可能参与了天元学宫的那个秘密任务，但无论任务是否完成，他们为了保密，将你关于任务的所有记忆都抹除了。任务必定非同小可，抹除记忆是为了你的安全，也是为了防止信息从你这里泄露出去。韩凡，你现在的什么境界了？我的修为已经达到了金丹境界。才金丹境界，他的天赋远在陈小飞和严子怡之上。如今子怡已是反虚境，小飞也到了洞虚境，韩凡却这差距太大了。我在那洞穴里好像只是睡了一觉，这100多年的光阴就这么荒废了。没事，人能安全回来就是最大的幸事。以你的天赋加上宗门现在的资源，修为很快就能追上来。是的，韩凡，这一点你无需担心。黑岩师叔，小飞他怎么样了？你还记得当年在试炼之路上你挖出来的那株琉璃君皇吗？当然记得。得到君皇之后，我们便着手炼制琉璃蔽天丹，但我们高估了自己，根本无法承担，所以我们寄托在了小飞身上，派他前往中荒，加入炼丹师公会，精进丹术。他在丹塔修炼时，与一位女子相爱成亲，竟觉醒了万中无一的天魁之体。那位丹塔长老的孙子，为了炼制一颗魔丹，竟将小飞的妻子抓走，以他和他腹中尚未出世的孩子为药引，活活炼死。为了给妻儿报仇，小飞设局杀了那长老的孙子。可那长老戚长川，人称云丹圣人，竟然倒打一耙。他向外污蔑小飞丧尽天良，谎称是小飞用自己身怀6甲的妻子做魔丹药引，而他的孙子是因为不小心撞破了秘密，才惨遭小飞灭口。颠倒黑白，太可恶了！随后，云丹圣人发出天价悬赏，发动整个丹塔的力量，在全天下疯狂追杀小飞。得知小飞被通缉，我们立刻派人去中荒营救，子怡是此次营救的主力，把小飞带了回来，但2人都身受重伤，道基严重受损。现在丹塔的人步步紧逼，勒令我们交出小飞。为了保全宗门，我们对外宣称已将他逐出师门，可丹塔竟得寸进尺，要我们彻底开放宗门，任他们搜查。这是莫大的耻辱，我们严词拒绝，并放出话去：若他们敢硬闯，琉璃剑宗拼了命也要和他们血战到底。丹塔这才勉强作罢，但云丹圣人乃是3阶圣人，位高权重，他绝不会善罢甘休。他明面上不敢开战，背地里却开始拉拢缥缈宗、八卦门和凌云剑宗。这3大宗门本就视我们为眼中钉，宗门现在的处境极为不妙。此仇不报，我韩凡誓不为人。好在你回来了，你现在是琉璃剑唯一的主人，只要你能突破成圣，即便是中荒的古老世家想欺负我们，也得掂量掂量。黑岩师叔，小飞和子怡现在在何处？可以带我去见他们吗？可以，你随我来吧。青云，韩凡回来的消息务必要绝对保密，他现在是我们琉璃剑宗最大的底牌。是，我们走。小飞、子怡，你们看看我带谁来看你们了？小师叔，不要出来，你的伤势还没好。小师叔，你可算回来了，100多年了，你一点音讯都没有，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呢。小飞、子玉，你们受苦了，你们遭遇的事情，师叔都已经了解了。你们放心，等你们痊愈，我们一定要亲手宰了那云丹老狗。别人说这话可能只是安慰，但小师叔说能治好，就一定能。当年他可是创造了无数奇迹的人。这些年你到底去哪儿了？为何这么多年都没有回来？对啊，小师叔，你现在修为达到什么境界了？是不是已经成为圣人了？岳凡那家伙10年前都成圣了，你肯定比他强。哪有你想的那么厉害？我现在只是金丹期。什么？金丹期？这怎么可能？当年在天元学宫，我被公主派去执行一个隐秘任务，途中意外昏迷，结果一觉醒来，竟然已经过去了100年。我前不久才刚刚凝聚金丹，连金丹都还没完全蜕变，现在只能算是金丹初级修士。小师叔，你千万别沮丧，
以你的绝顶天赋，这点差距算不了什么，用不了多久，修为肯定能飞速提升上去的。是啊，小师叔，你肯定能行的，千万别灰心。放心吧，我一点也没沮丧。你们俩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在这里泡药浴，安心养伤。宗门现在的处境极为不妙，我要尽快把修为提上去，和宗门的前辈们一起想办法度过这次危机。小师叔，你放心去吧，我一定好好养伤，我等着你带我们去杀那些狗贼。韩凡，还得是你出马呀！回到宗门后，小飞和子怡的情绪一直很低落，特别是小飞妻儿惨死，加上根基受损，修为大跌，整个人死气沉沉的。是啊，他看到你之后，整个人好像瞬间焕发了生机。子怡也是如此。小飞和子怡身上的伤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希望彻底恢复吗？很难。黑岩师伯，你如实告诉我，现在到底有什么方法能治好他们？我虽是炼丹师，但面对道基尽毁的情况也无能为力。普天之下，或许只有长生谷的人有办法。那我们要去哪里才能找到他们？找不到的，他们太神秘了，除非他们主动现身，否则没人知道长生谷的入口在哪儿。就像天元学院主动招募学员，世人根本无迹可寻。宗门里有医书吗？我想学医，还要学炼丹术。韩凡，你怎么忽然要学这些？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希望你把全部精力放在修炼上，尽快提升实力。医治小飞和子怡的事，交给我们这些老骨头来办。你师叔说的对，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提升修为。好吧，我现在的金丹初期修为确实太低了，根本帮不了宗门，必须尽快变强。走，我带你去琉璃圣池，在圣池里修炼，能最快稳固并提升修为。这是一张易容符，贴在脸上能改变容貌。你现在是我们琉璃剑宗的底牌，身份必须绝对保密。我用不上。黑岩师叔，这灵符你收好吧。我已经有遗忘面具了，这是天元学宫的灵心公主赐给我的。灵心公主给你的，那可是传闻中的九阶圣人，既然是她赐予的法宝，定然非同凡响。黑岩师叔，既然我回来了，消息绝对无法彻底封死，不如我们换个策略。换什么策略？就说我是韩凡的弟子，我现在显露的修为是金丹期，这个身份非常合理，而且日后我使用自己的独门功法和绝招时，也完全说得过去。好主意，那你打算叫什么名字？方胜。把这件衣服也换上。好，走去中心区域，插在池子四周，它既能抵挡元神境修士的全力一击，也能隔绝你突破时引发的动静。明白。我走了，万事小心。终于突破到金丹第9变境界了。本以为有圣池相助，能极快达到金丹大圆满，没想到竟花了整整1年才完成9轮淬炼，还能继续蜕变。第9次绝不是极限，当年炼气期常人止步9层，我却修到了前无古人的第17层。你是哪个主峰的弟子？我是琉璃峰的弟子，名叫方胜。琉璃峰的弟子？怎么可能？琉璃峰已经100多年没收过弟子了。琉璃峰最后一位弟子乃是我的小师叔韩凡。你是什么时候加入琉璃峰的？我的师尊就是韩凡。什么？你师尊在何处？已经仙逝了。什么？已经死了？前辈，我可以进入这9色莲池修炼吗？别叫我前辈，我叫苏明，你以后就叫我师兄吧。见过苏明师兄。方胜师弟，9色莲池内的灵力非常霸道，你现在只有金丹期的修为，恐怕无法承受那股霸道的力量。多谢苏明师兄提醒，我先试一下，若是不行的话，我立刻停止。自己注意安全，我还有事先走了。金丹终于达到了第14变，直径超过23寸，通体圆润如玉。9色莲池的灵力已经达到极限，无法再让我的金丹继续蜕变了，必须寻找新的方法。韩凡，你可算舍得出关了，快说说，修为达到何等境界了？差不多达到金丹圆满境界了。到目前为止，我的金丹一共蜕变了14次。蜕变了14次，即便是传闻中天命筑基的绝世天才，最多也只能让金丹蜕变12次，14次简直闻所未闻。是的，但我感觉这14次应该还不是我的极限，我想换一种修炼方式。你想换什么方式？只要能让你继续突破，倾尽琉璃剑宗全宗之力，也必保你所需。我想杀人。杀人？你突破金丹之后，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圣池禁闭内度过。我建议你先别急，不妨先在宗门内挑选几门顶级绝学修炼一番。师叔说的有理，要发挥伏仙剑的最大威力，必须得有一门更强大的剑法。红河师叔，我想问一下，
之前我们参加试炼之路时，那些琉璃纸鹤到底是怎么来的？琉璃纸鹤，那是你黑焰师伯利用圣器琉璃钟打开了一个特殊的元界，从那个元界之中放出来的。元界？我本以为纸鹤是强者用琉璃钟凝聚的，没想到琉璃钟竟然只是一把开门的钥匙。是的，那个元界极其神秘，我们一直想进去探索，可惜能力有限，即便借助琉璃钟的帮助，也只能勉强打开一条很小的裂缝，释放纸鹤，修士根本无法进入其中。红河师叔，您看看这个，这是琉璃纸鹤，这是当年试炼之路里一直跟着我的那只，其他的纸鹤离开天湖结界就会消散。可以让我仔细看看吗？小鹤，他是我师叔，你可以让他看看你的身体吗？他不愿意。竟然能随心所欲地穿梭空间，好强大的能力！红河师叔，你们可以带我去看看那个神秘元界吗？最好能打开那个元界，让我亲眼看看。没问题，我这就叫人去。琉璃钟乃是顶级圣器，光凭我一人的实力根本无法催动。人都喊到了，我们直接去琉璃谷等候。琉璃谷？是的，琉璃谷乃是琉璃元界的入口处。不过自从琉璃师祖陨落，琉璃元界就彻底关闭了。想要完全打开它，估计得等琉璃剑彻底修复才行。走，我们上去。琉璃钟会带我们直接进入琉璃塔第1层空间。只有经过琉璃塔的加持，我们才能真正激活它。师叔，这些纸鹤怎么直接从裂缝里飞出来了？我记得以前在试炼之路，纸鹤都是从琉璃钟里面飞出来的。当初你们看到的纸鹤，都是我们提前在这里打开元界裂缝，把它们收进玄黄钟之内，再带到天湖上空放出来的。原来如此。他好像想和你说什么，可惜我根本听不明白。他好像想带你进去。既然如此，你就进去看看吧。这么多年来，还从未有人能踏入其中，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神秘的元界内到底有什么东西。好的。漫山遍野，没有其他植被，全都是这种长满纸鹤的树。我能看懂了，对空珠竟然是一门空间神术，凝聚空间神力，在丹田结成特殊珠子，遭遇死局时捏碎，便能破碎虚空，瞬间逃脱。只要不遇上大帝级别的老怪物，这简直是无敌的保命神技。没想到这青铜棺上刻着的功法如此逆天，只是这10万字的口诀，修炼起来恐怕不易。不管了，先试试。失败了，我的修为太低，根本感应不到空间法则。传闻只有圣人境的强者才能触摸到那个层次，我绝不轻易放弃。这股黑色气流直接进入了丹田，被我的金丹吸收了。来得好！我的灵魂感知和周围的空间融合了，这些线条就是碎空珠里描述的空间道纹。成功了，竟然一次就成功剥离了空间道纹，这可是只有圣人境界才能掌握的空间神术，我才金丹期竟然做到了。终于凝聚出一颗了，就算遇到圣人级别的老怪物，我也能保住一条命。第15遍了，击杀这些黑纸鹤竟然能让我的金丹再次蜕变。这些黑纸鹤到底是什么来历？彩色纸鹤是从那些巨树上长出来的，可是一路飞来，根本没见过能结出黑纸鹤的树木。9颗碎空珠，这就相当于我多出了9条命了。小鹤，你知道怎么离开这个鬼地方吗？看来是韩凡那小子被困在里面出不来了。动手，我们帮他一把。终于出来了，韩凡，你没事吧？多谢师叔出手相助，我没事。没事就好。这神秘空间自琉璃圣人时代就存在，宗门内却没有任何记载，里面到底有什么？里面是一个极大的特殊空间，那里的山脉上生长着一种奇特的树木。刚才出来的那些七彩纸鹤就是从树上长出来的，相当于我们这个世界树木的树叶。青铜棺太过神秘，除了我谁也进不去。多说无益，
至于碎空珠秘法，那种文字根本无法翻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稍有偏差就会走火入魔，不如不说。师叔，我打算立刻动身去杀敌。这么快？我原计划让你在宗门内多修炼一段时日，多掌握几门绝学再出去的。你现在可是宗门的希望，不可意气用事。师叔，您清楚我的体质，疑似传闻中的斗战圣体，越战越勇。只有在生死的战斗中，我的修为才能最快的突破。你现在已是金丹境界，在南荒也算是一方强者了。金丹期以上的修士极少成群结队出现。如果你真想要找敌人数量庞大，能让你放手厮杀的大型战场，或许你可以进入九域魔窟。九域魔窟里面的妖兽很多吗？极多。传闻那是远古时期一位魔族大帝留下的原界，后来被人族大能炼化，变成了一座专门囚禁魔族的监狱。那里面的魔兽被魔气常年侵蚀，肉身比普通妖兽更强横，也更嗜血。我们琉璃剑宗存在的首要职责，其实就是世代镇守这九域魔窟。镇守魔窟，在琉璃始祖未陨落前，宗门每年都会派大量弟子进入魔窟历练，围剿魔族。那也是我宗当年能鼎盛一方的重要原因。那现在呢？开启九域魔窟的唯一钥匙就是琉璃剑。自从师祖陨落，琉璃剑损毁，这魔窟已经封闭了整整1万多年，1万年未曾清理。现在里面的魔族数量恐怕已经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步。九域魔窟里的魔族必然繁衍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数量，但同样的，里面历经万年未被开采的各种天材地宝也绝对庞大的超乎想象。若能重新打开它，我琉璃剑宗的实力必将一飞冲天。既然如此，师叔，那我们还等什么？赶紧去试试能不能把这魔窟打开。好，我这就去召集宗门长老，你立刻动身前往九色莲池。明白。韩凡，你小子可算闭关出来了。看来这段时间你日子过得挺滋润啊，这羽毛黑的都发亮了。那必须的，这段时间本座又冲破了体内2重封印，实力暴涨，连以前的记忆都恢复了不少。那你现在大概是个什么实力？这么跟你说吧，元神境界之下，普通的元婴期修士，本座随便虐。这么强？我现在虽然能杀普通元婴，但那是仗着天道筑基15次蜕变的怪异金丹，这死鸟光靠解封就能虐元婴，它的来头果然恐怖。必须的，你呢？闭关这么久，现在突破到什么境界了？还是金丹境界。啥玩意儿？还是金丹？你回琉璃剑宗都多少年了？就算这破地方资源一般，以你的天赋，怎么也金丹大圆满准备结印了吧？我的金丹和别人不一样，还没蜕变到极致。还没到极限？你小子金丹蜕变几次了？不多，目前刚刚完成第15次蜕变，但我感觉还有余地。15次？我的天老爷，你这家伙是个纯种变态吧？本座活了这么久，简直闻所未闻。不过想想你当年炼气期能修到第17层，筑基的时候劈下来12道天雷，15次蜕变，放在你这个怪胎身上倒也算合理。行了，别贫了，我现在要去九色莲池捞琉璃剑。捞剑干嘛？去开我们琉璃剑宗的禁地九域魔窟，里面封印着成千上万的妖魔，只要大门一开，我们就进去大开杀戒。大开杀戒，这个好，本座喜欢。呱呱，出！看来这段时间，琉璃剑在九色莲池里吸收了大量灵力，恢复了不少。哇，这就是你们琉璃剑宗的传承至宝——琉璃剑？没错，这是我们创派师祖琉璃圣人的本命灵宝。当年师祖陨落，琉璃剑损毁，我们琉璃剑宗的实力也跟着一落千丈。万年前鼎盛时期，我们能与中荒古老圣地比肩，万邦来朝。如今，那个洞口就是九域魔窟的真正入口。九域魔窟共分9层，第1层封印的是炼气境的妖魔，第2层是筑基境，第3层是金丹境，第4层是元婴境。当我们从这个洞口进去之后，魔窟内的禁制会立刻感应我们的真实修为，然后将我们传送到对应的空间层级内。师叔，按照你的说法，修为高的人是进不了低级魔窟的。不错，高阶修士无法进入低级魔窟，但是低阶修士却可以进入高级魔窟。那该怎么跨层进入？每一层的魔窟之中都有一座高山，山顶上有一个通道漩涡，就会被传送到更高一层的魔窟。原来如此，师叔，我现在可以进入魔窟了吗？完全可以，不过进去之前要把琉璃剑留下。好的，师叔，我先进去了。去吧。